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儿，欢迎新老朋友来到我的频道。那本期视频呢，主要教大家如何利用一个 WordPress 结合我们的一个 WooCommerce， 那搭建一个这样的专业的一个跨境电商网站。那这个呢，也可以叫做是我们的一个独立站。那么我知道很多人呢，一听到电商网站，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难，但其实它真的并不是很难。如果说你从头到尾开始做，把小鱼的这个视频呢，从头到尾开始做，一步一步的跟着每个步骤做。等你看完视频呢，你也会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电商独立网站。当然呢，这里为了更快捷更方便搭建我们的这个独立网站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比较优秀的、比较好的一些模板主题。那有了这些模板主题的话，你可以轻松的设计这个网站，而且不需要你懂代码。那么我们的这个网站呢，它不仅可以在这个电脑上面呢显示的很好，就算在我们的平板端，或者说在我们的移动设备、手机端呢，它都可以显示的很好，都会非常有完美的一个显示。那么如果说你是真心想制作一个网站的话，我建议你呢收藏，把这个视频的话保存下来。那么在这个视频的右下角可以看到，在这个视频的右下角这里有3个点，建议大家呢这里呢先保存一下这个视频，这样的话方便你后面都可以快速的找到。那么这个视频的相关链接呢，我也放在下面的描述栏评论区，那我会带着你呢手把手的来实操。那这里看到我们的网站呢，大概呢就是这样一个样子的。那在我们的最顶部呢，这里有一个导航栏有一个首页，有我们的商店，商店里面呢有我们的一些分类上装、下装、半身裙、连衣裙等等。在中间呢有我们的一个 logo， 右边呢有一些个人中心，这旁边呢还有一个购物车，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订单可以直接点进去结账。最上面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轮播图，这儿用到的所有的图片呢没有任何的版权因为这个全部是小鱼儿用 AI 生成出来的。那我这里用到的一个绘图软件呢，就是一个 Midjourney所有的相关链接都在描述栏。往下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店铺分类，我们的一个精品促销商品这儿有一个我们的爆品，这里呢有我们品牌的一些相关信息。那往下呢有我们的一个客户评价再往下还会有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那我们做独立站，我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写一些文章，这样呢你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流量。拉到底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一些品牌的介绍，这儿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账户一些客户的一些消息。最底部呢这里还有一个版权信息有服务条款、退款政策、隐私政策等等。这整个页面的话，你可以设置成中文你也可以设置成英文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可以。方法和原理呢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里呢我就随便点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里呢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点一下它就会带我们来到这个博客文章的这个页面。那一个关于我们，我点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常见问题页面，看一下这是一个常见问题，还有一个联系我们。在联系我们的下面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联系表单。那客户呢他可以在这里留下他的任何信息包括他的一个邮箱。大家都知道在国外的话，邮电营销是非常的火爆这里一定要留下客户的一个邮箱，以备我们后面的一个营销。那如何使用一个自动化的一个邮件营销呢？上一期呢小鱼这里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小鱼的上一期视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点击任何一款产品，点击进去，这里呢可以直接加入购物车。那么这里购物车里面可以看我们直接去结账。那么在结账页面呢，你输入你的个人信息，在这边呢选择你的一个付款方式直接点击一个下单就 OK 了。那么这里呢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开始，一定先保存、点赞、收藏，反复观看视频。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那首先呢我们需要给我们的网站寻找一个主机。很多新手朋友第一次做网站或者刚刚接触网站可能你会看到有很多网，比如说我们的百度，包括我们的一些购物网站一些这些各种各样的博客网站，我们看着可能觉得它只需要把这些做好就可以了。但是呢，实则我们除了这个网站，我们还需要一个主机。这里呢，我就用 GPT 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让 GPT 呢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做网站需要主机。那么简单的来说呢，主机呢它就像是你网站的房子，
那主机呢是网站的一个存放地。这里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你在家里面有很多的文件、照片、视频，那你肯定是需要一个地方来存放这些东西。像这些文件、照片、视频呢，那我们把它放在电脑上就行了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话，可能在这个电脑里面呢，你还会看到它有 C 盘、D 盘，这个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存放东西的地方。那同样的道理，那你的网站也有很多文件，比如说图片、文字、视频等等。那这些文件呢，它也是需要有个地方可以放的。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就叫做主机。如果说你没有主机，那么你网站的文件就没地方放，那别人呢也就看不到你的网站啊。这么解释啊，我想我们的新手朋友呢应该已经理解了。首先，一个主机呢，它可以让网站呢能被别人访问。那网站呢，它就像是一个笔记本，你不光自己想看，那还希望别人也能看到，你就需要把这本日记呢放在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 OK， 那这个主机呢就是这个地方啊，它能让你的日记啊，我们的网站可以被全世界的朋友看到。主机呢，它会给你一个地址啊，我们的网站啊，比如说就像这些网站呢，这上面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网址。我们通俗的说啊，这个就是网址，也可以叫做一个域名。我们可以叫它域名啊，比如说 www 点什么什么点 com 啊，这个大家都经常听到。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那别人呢，他可以通过这个网址、这个域名，他就可以访问到你的网站。而且呢，这个主机呢，它能让你的网站随时在线。怎么说？那你可能会把你的电脑关掉啊，或者离开家。你离开家，那别人就没办法访问你的电脑里面的文件了。但主机呢，它是24小时都开着的啊，就像一个永远都不会关闭的一个图书馆。那不管白天黑夜，任何时候，别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访问到你的一个网站。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主机呢，它让网站更快、更安全。那好的主机呢，它不仅让你的网站文件有地方可以存放，还能让别人访问你网站的时候呢，速度更快，内容加载的更流畅。很多时候我们在访问一些软件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卡啊？或者说是直接就点不动，可能它的主机不是很好。那与此同时呢，你的主机呢，它会帮你照看这些文件，避免它被黑客攻击或者丢失数据啊，就像是请了一个专业的保安保护你的房子。这个主机呢，它就起了这样一个作用啊。这儿总结一下啊，做网站需要主机，因为它是你网站的房子啊，它能存放文件，让别人访问，随时在线，并且呢保证安全。有了主机呢，你的网站呢才能在互联网这个大世界里面展现给别人看。这个主机呢，它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访问你的网站。这里呢，小鱼儿也测试过一些主机，最终呢，我选择了这个 Hostinger 呢，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和同等价位的一些主机呢，那它的功能最多，并且它非常的安全稳定。这里呢，我把它的一个链接Hostinger 的链接呢放在下面的描述栏。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我们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把视频呢先暂停一下打开视频下方描述栏的一个链接，可以跟着小鱼儿呢一起来操作。那么 Hostinger 这里呢，我也同样问过了 GPT。Hostinger 呢，它是什么那 Hostinger 是一家全球性的一个网络托管公司，提供各种类型的一个网站托管服务。它成立呢是2004年成立的。Hostinger 呢，它主要是为个人用户一些小型企业和开发者提供价格非常合理的，并且功能丰富的一个托管解决方案。那它里面包含哪些服务呢？这里呢，小鱼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共享主机托管。那这个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个托管服务，它适合小型网站和我们的一些初学者我们的一些新手朋友它可以多个网站共享同一台服务器的资源，成本呢就较低这个非常的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降低我们的一个成本。第二个呢 UPS 就是一个虚拟专用服务器一个托管。那第三个还有一个云托管，还有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托管。那我们很多的网站其实就是用 WordPress 搭建出来的还有一个域名的一个注册还有一个
网站构建工具。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呢，也是因为啊 Hostinger 呢它的一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啊，特别是在预算有限的一些用户群体当中呢，它是非常受欢迎的。首先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低价套餐啊，它有提供一些非常实惠的一些入门的一些套餐啊，价格呢它往往是低于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功能丰富啊，这个等会儿给大家讲。还有一个服务器的一个性能啊，这个服务器的性能相对较好，还有一个简单易用啊，就非常适合啊我们新手也能轻松的管理和部署网站。还有一个优质的客服支持啊，它是 Hostinger 是提供24×7的一个客服支持，即便你是啊非常便宜的一个套餐是包含在内的，用户呢可以通过在线聊天和支持票务系统啊快速的得到一个帮助，它呢还能可靠的正常运行时间。那这里可以看到，它对许多小型的一些网站来说呢，这个标准非常的足够高了哈，确保网站的可用性和稳定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Hostinger。OK 啊，这里啊，本视频用的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到下面的描述了啊。建议大家是跟着小鱼儿的步伐啊，我用哪个你就用哪一个啊。暂停，打开了，跟着小鱼儿一起来操作。心动不如行动啊，只有你行动了，你才会遇到问题。那遇到问题呢，我们才会解决。那首先我们来的是 Hostinger 的一个网站，那这里呢，我们进来呢可以看的是英语，对于很多英文不好的朋友可能看得很头大，但是没有关系啊，在它的右上角这里有一个 Hostinger， 这里有一个国旗，我们点一下。那么我们把它就变成一个中文了，你来自哪个国家啊？你哪个语言比较熟悉，你就用哪个语言啊，我就点这个中文。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一个现在开始，接下来呢就能看到了，它呢给我们提供了3个套餐。这里可以看到中间这个是最热门也是最受欢迎的，我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中间这个套餐。这里你可以看到主机里面呢，我们可以做100个网站，那它可以托管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而且呢还有一个2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那它呢还免费赠送一个域名。那么这个免费的域名啊，这儿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你购买它1年的一个主题服务呢，它会可以看到这里了，它会赠送我们第1年的一个域名。这个域名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址哈，这个上面啊，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那么你就相当于你有了你自己的一个域名啊，你可以用你的网站作为你的一个域名，中间啊，你也可以用你的品牌作为你的一个域名。那这个呢，就是你的专属的一个域名。购买了1年的一个服务呢，那你就可以免费获得1年的一个域名。我们做网站肯定是需要一个域名的，如果它不赠送的话，那这个域名的话，我们是需要去购买。那免费的自动网站迁移啊，免费的电子邮箱服务，那这儿还有一个无限制的免费 SSL。SL 呢，它是一个加密传输哈，可以让我们的网站传输一个数据的时候呢，通过加密更安全的方式呢进行一个发送。这里面 Hostinger 啊，它的一个特色，这个也是非常受大众欢迎的，它的这个服务。那么就是一个每日备份，因为你做一个不管是什么网站啊，电商网站也好，博客网站也好，每日的备份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选择第一个，它就只有一个每周的备份。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每日备份呢？那一旦当我们的网站做起来以后啊，我们随时可能会受到一个来自各个方面的一个攻击哈。那这个呢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么这个 Hostinger 的话，它还是非常安全。但是啊，如果说一旦你的网站呢出现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备份，可以瞬间来恢复到你的一个网站，恢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状态。还有它就是有一个基于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优化，它还有一个 WooCommerce 的一个优化。那我们今天如果用一个 WordPress 来搭建一个网站啊，那它呢只是一个博客网站。那如果说我们的网站里面想要进行销售啊，想要做电商卖东西啊，做成一个电商网站，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WooCommerce 的插件，那它就可以优化我们的一个 WooCommerce， 这个呢是非常不错的啊。还有一个免费的 CDN， 那它呢这个呢就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加速，它会把我们网站的一些文件啊放到全球非常主流的一些国家的一些服务器里面去。比如说我们的访客啊，他从法国访问，他呢就可以从法国的服务器里面调用数据，那这样的话，法国的朋友呢，他访问起来就会更快。那如果说有访客呢，他从俄罗斯
来访问，它就会从这个俄罗斯来调取这个数据，那让它访问速度呢更快啊。他们的一个服务器呢是基本上是遍布全球。这下面呢我们就能看到这里呢基本上我们的虚拟主机它提供的都是一些非常主流的一些国家呢都是有的。下面呢还可以看到它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包括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 AI 建站一个 AI 网页制作这里面模板也非常的多包括这些文案、图像、博客这些呢，它都能用 AI 来帮你完成。它的安全性呢，可以看到它受这个一个 DDoS 的一个保护包括一个恶意软件、一个扫描器网络应用防火墙。那它支持可以看到全天候24小时的一个客服支持。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中间的这个套餐直接点击中间这个选择套餐。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考虑一个购买时间。因为刚才显示的呢，只是1个月的价格。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有1个月的，有1年的，有2年的，有4年的一个价格。那这里呢，最便宜的呢就是买48个月，48个月每个月算下来呢是23美金，那么是23一个月。那它还免费赠送3个月，并且呢还免费可以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这个20多块钱1个月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你做一个网站1个月只要20多块钱，那么你这样算下来1年呢，你才200多块钱，真的非常的便宜。最主要的是呢，它还额外赠送你3个月。如果说从长远的来考虑的呢，那我们是买这个48个月呢是最划算的。因为你做网站的话，你不可能只做1个月或者2个月，那做网站我们是要做的长久，才能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一般呢都是按年来计的，或者1年、2年、3年、4年这样子来计算。并且呢，可以看到48个月过后，它的一个续费价格呢是64块钱。那如果说你是24个月，它的续费价格就更高，那么12个月加续费价格呢更高。这里建议大家如果你是长期做网站，那么你就可以选择这个。如果说你刚做网站，你至少可以选个1年或者2年。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它呢是提供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所以说我们在前期选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时间选得长一点。那如果说不满意到时候你直接申请一个退款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一个预算有限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考虑买个1年或者2年。如果说你的网站已经成熟稳定了，那建议你就选择一个48个月。OK， 那这里选好之后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这里需要你的一个邮箱和密码，或者说你直接这里呢用你的谷歌邮箱来登录一下就可以。往下看我们的一个付款方式。这里的付款方式对于我们国内的小伙伴来说呢，它也是非常的友好。你可以选择用信用卡付款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一些银行卡呢付款都是可以的。你也可以用你的一个支付宝付款，这在国内支付宝用的很多你也可以选择用 PayPal 付款。那这里呢相关链接就已经放到下面的描述栏了。这边的信息呢，你可以填这儿居住的国家你可以真实的填写，你或者说直接填个中国就可以了。这些地址呢可选，可以看到这些可选的那就可以不用填。那接下来呢，看到这里呢，它是一个费用这里直接提交一个付款就可以了。那在这里提交付款之前这上面你可以先填一下你的一些账号的信息就可以提交安全支付就可以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放心的来进行一个试用，因为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那么你付款成功之后，你就可以登录到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后台这里还是要接着大家跟着我一起走你的邮箱呢会收到一个邮件也会它会有一个免费的域名那么你就可以去申领。首次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 Hostinger 的后台，我们点这个网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创建我们的网站。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添加网站我们就点击一下。那么这里它会又给了我们3个选项，这儿我们就直接选择第一个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自动去创建自己创建网站，第2个是用 AI 来创建第3个呢是上传代码安装一些其他的应用程序后面还有一个从外部迁移网站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如果说你购买了1年的或者2年、4年的一个 Hostinger 主机的话，那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的一个使用权。那么这个1年的域名呢，你是不用给钱的，它是免费赠送你你去后台去申请一下就可以了。那还有朋友，如果说你没有域名呢也没有关系那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我们等会儿呢可以先用一个临时的域名。首先这里可以看到它先需要创建一个登录信息这里密码你可以
下面有告诉你啊，你需要一个数字，一个符号，需要一个大小写字母，需要一个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还需要一个拉丁，还需要一个，你就按照它这个要求来创建一个密码。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下一步。那么还有呢，这里的一个管理语言可以看了，在这儿呢，我选的是一个中文啊，大家啊，你熟悉什么语言你就选什么语言啊。这下面主流国家的一些语言呢都有。这个 WordPress 的话，它是全球非常主流的一个网站建设工具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多数网站呢，它都是基于这个程序创建的啊，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大。OK， 那这里我们就点下一步。这里呢，它问你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网站，这儿我们就选这个在线网站，点击下一步。那这里呢，它是问你想怎样去构建你的一个在线商店，那我们就不用选，我们会用到其他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模板来搭建我们的这个网站。这样我们就点下面的创建一个空白网站。那这里呢，我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那他问我们需不需要在你的在线商店里面呢添加一些插件，安装一些插件。那这里的话我们暂时不需要，我们也这里点下面这个跳过。这里呢，他问你是不是需要人工智能生成一个在线商店的内容，这儿我们也不需要，点跳过。那这里啊，这里呢，他说需要选择一个域名啊，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域名，你有购买1年啊、2年或者3年、4年，它有免费的一个域名赠送1年啊，你可以去申领这个免费域名。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域名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粘贴到这里来哈。实在没有的朋友呢也没有关系哈，我们可以选择下面这里有个使用临时的域名，那我们点一下。OK， 接下来呢，这个 WordPress 呢，它就在安装一个 WordPress， 这里可能需要等待个1-2分钟的时间。新手朋友们到这里，如果说你想学习建网站的话，可以关注我的频道哈。那你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呢，反复的观看啊，跟着小鱼儿一起实操，那么你才会学会啊搭建你的网站。小鱼儿呢都是手把手的教程，可以看到啊，这里呢一个4小时，真的是非常的适合我们的零基础的一个新手朋友来搭建网站。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小鱼儿前面的一些创建网站的视频。好了，这上面呢是我的一个频道的一个网址。OK， 我们看一下这里哦，已经安装好了。那安装好，你看到它就直接跳转到我们的一个网站后台，这里证明我们的网站的话已经安装好了。那这里呢，建议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后台的这个地址呢，把它可以先收藏起来啊，可以把它先保存到一个文档里面。那这儿呢就可以看到，这是它给我们的一个临时的一个域名啊，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这儿呢，咱们呢可以点开看一下，我们点鼠标中间这个，我们点击这个把它打开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目前的一个网站的一个样子哈。如果说你的一个域名已经申领好了，可以点击这里来连接到我们的一个域名，你点击一个连接 OK， 这里呢把你的域名添加到这里面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有一个控制面板，有个管理面板 OK， 我们可以看到它左边的一些功能哈，有一个控制面板，有个主机性能安全，还有一个邮箱域名、网站的功能、文件管理功能、数据库功能、高级功能等等啊，这里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研究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一个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进入后台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管理面板。那这个是一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这个网站你的域名后面输入一个 WP-ABMIN， 它也是可以直接来到后台的。那我们这里就直接点击管理面板。接下来可以看到它在自动跳转到我们网站的一个后台。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仪表盘。这儿为了方便我们每次在做网站，因为这个网站可能不是你1小时2小时你就能把它做好，你可能会要花个几天的时间。那这里呢，我们每次进来很麻烦，那我这里就建议大家，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网站的这个首页呢，把它放到收藏夹里面。每次进来我们就直接点击就可以了。怎么样把它放到收藏夹呢？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把鼠标移到这个左上角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有2个横线，我们把它拉一下把它拖动到我们的这个下面来。OK， 可以看到拖下来了，仪表盘就在这里了。那我点击一下打开。OK， 这边又新开了一个窗口，那直接进来我们后台的一个仪表盘。那每次我们进来呢就很容易我们每次就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收藏夹里面，可以看到平时小鱼儿常用的工具了，我都收藏到这个里面了，直接点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站首页长什么样。那么鼠标还是一样
啊，回到这上面有字母啊，这里有个小房子的这里，那你鼠标移上来就能看到一个查看站点，我们点击一下，以后你想要查看你的网站都是这个，我们点中间这个按钮，在新窗口给它打开。OK， 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呢，目前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那么没关系啊，等一会儿呢，我就会教大家怎么样来把我们的这个网站做成一个非常漂亮专业的一个电商网站。那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那后台可以看到现在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需要让它呢让我们的后台呢简洁一点啊，不需要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点击这个啊，我们首先回到右上角，把这个不再显示给它点了，我们鼠标再往上移，这里有个显示选项，我们点一下啊，这下面这些东西啊，我们不想让它显示啊，这里我们把这些勾给它去掉。OK， 我们再把这个点击这个显示选项把它放回去，那现在我们的仪表盘就空空如也了，就非常的干净了。那这里可以看到往下呢是首页，这里有个更新，那这里呢有一个文章，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文章，这个里面呢它有发布一个文章，这个是它默认啊帮我们写的一个文章，我们不需要，那我们这里直接把它勾选一下，勾选好之后呢，这上面有个批量操作，这里有个移至回收站，我们把它移到回收站。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个页面，那这里呢可以看到也有一个这里有个草稿箱，那我们也把它勾起来，也把它移至回收站。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这个插件，这里可以看到它默认呢有帮我们安装几个插件，那我们还是把它删掉啊，网站里面不需要的我们都把它删掉。勾选之后呢，这里我们点击这个批量操作倒三角点，这里有个删除，我们点一个删除，也可以选择一个禁用啊。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点这个应用，点了应用呢，这上面这两个我们不想要，我们把它勾选起来，点一个批量操作，点一个删除。他问你是确定要删除吗？那我们点一个确定。OK， 这里就已经被删除了。那这个呢，我们先把它保留着。那这个呢，它是叫做一个缓存插件。缓存插件的话，它有什么用啊？它就是可以加快我们网页的一个访问速度。现在啊，我们可能用不到，但是后面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缓存插件呢给它启用。那么这个呢，需要等到后续我们把我们的网站设置好之后，我们再来开启这个缓存插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名字啊，鼠标接着往下滑，这里有一个设置，这里点一下。首先一个就是一个站点的标题啊，你这个我们可以取一个自己的一个品牌名称，或者你自己的名字都可以啊，比如说我写一个小鱼儿美妆，小鱼儿潮流服装店。那这儿填好之后，我们接着往下拉，这里往下可以看到这里网站的一个语言哈，这里我选了一个中文。那这个语言呢，它只会在我们的后台显示，我们的网站里面的首页这些别人是看不到的。再往下呢，我们就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啊，左下角这里点一下。接下来呢，这里呢我们可以刷新一下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改掉了，小鱼儿潮流服装店啊，这里我们的一个首页的名字呢就更改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写一个副标题，那这个呢，你可以对你的品牌或者你的网站呢进行一个阐述啊，一个简介。这里你可以想好之后再往上面填。那这个呢是一个在线商店的一个模板哈。因为默认的这个模板的话，它不是一个电商的一个主题模板，我们可以这个呢是默认的一个模板。现在呢，我们是需要安装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电商模板，它是专门为我们做电商网站设计的一个主题。这款主题的话，它是自带了一个网页的一个构建器页面的一个加载速度的话，也会比其他主题呢会快很多。它非常适合我们做一个电商独立站外贸在线商城这些等等，也是这个主题里面呢卖的最好的一款电商的一个主题模板。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这个 WordPress 可以看一下。它这里的一个 WooCommerce 我们点一下，这儿有一个电商的，我们再点一下。这里呢，你可以看了这一款主题它的销量排行第一，一共销售了20多万份出去，可以说是销量非常的好，相当的牛。那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呢，把它添加到我们的一个购物车。这里选择一个添加，可以看到在这个后面我们选一个添加，这里呢添加到购物车。这儿给大家翻译一下。可以看到了，它是支持6个月。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直接去进行一个结账。这里呢，当你付完款之后，那它会给你一个主题的一个注册码，
有了这个注册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安装到你的网站里面。我们想要做一个电商网站，想要销售东西，那么这个模板呢是必备的。如果说没有这个模板，那你就无法进行到下一步啊。所以我们这儿必要的东西呢，我们还是必须要把它购买。这里链接呢，我已经放到下面的描述栏。这里数量我们选择1啊，直接点击这里再去进行一个付款。来到这个页面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付款，需要先创建一个账户啊，登录你的账户，再输入你的名字啊，你的邮箱，这里经过一个验证，在后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费用。那么这里呢，大家啊，把你的主题下载购买完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那么这里呢，小鱼儿再给大家说一点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购买一个这样的一个模板呢？因为我们如果说你是做一个跨境电商的话，你需要商用的啊，那你是真的是需要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独立站啊，要卖到国外去，那一定需要一个正版的这样一个模板啊，因为它支持一个知识产权，我们就可以规避很多的一些法律的风险啊，因为我们这个是正常使用、安全使用的，所以呢，说大家呢一定要来购买这个正版的就可以了哈。所有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描述栏了。接下来我们就再次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当你购买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来安装这个模板。那我们点击哪里呢？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我们点这个鼠标回到左侧栏，这有个外观，外观里面有个主题，我们就点这个主题。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有默认的帮我们安装了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呢，其实我们都不需要，我们这儿需要安装一个刚才我们购买的这一个新的主题，我们就点击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一个安装新主题，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时候就要用到我们刚才购买好的这个主题，把它上传进来。我们再次点击这个上传主题啊，在这里呢，我们在中间鼠标回到中间，我们点击一个选择文件，找到你的购买你的把它存在哪个文件夹，你把它找出来。那这我们点击我找到这个文件，点击一个打开。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在这个中间这个位置这里有一个立即安装，我们就点一下立即安装。这里可以看到了，它已经帮我们安装好了。安装好之后，它自动跳转到这里来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点击鼠标回到左侧栏，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个实时预览这里有一个启用，我们要把这个启用把它点击一下。那启用之后呢，它会跳转到这里一个设置向导。那这个呢，我们暂时不需要设置哈。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下面这个返回 WordPress 仪表板，我们点这个按钮。这里呢可以看到它又出现此主题推荐以下插件，需要安装这些东西。这里呢我们暂时不需要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些插呢把它关掉，点这个右侧这里我们把它关掉让我们的这个仪表盘呢随时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制作我们的一些页面比如说像这样的我们的一个目录、销售博客呀，或者联系我们的这样一些页面。那我们先把这些页面呢，先把它创建一下，因为这些页面它也比较固定，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先建好。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还是点击左边鼠标回到左侧栏，这里有一个页面。那页面呢这里面有一个新页面这个选择，我们点这个新页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点击关闭。首先在这里呢，我们先来添加一个标题。那这里我们首先就从首页开始，直接输入一个首页。输入好之后呢，我们直接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有一个发布，我们点一个发布，就要再次点一个发布需要点2次发布。OK， 可以看到这里页面在左下角页面已发布。接下来我们再点右边，这里回到这里，我们再建一个新的页面。这里我们来输入一个，比如说建一个关于我们还是点这个发布，点击一个需要点2次发布 OK， 然后再来点这个创建新页面。那么这次来创建一个联系我们 OK， 还是点右上角这里一个发布。发布成功之后直接回到右边，这里还是鼠标在这个可以看到一个新页面，再来创建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博客，点击一个发布，这里发布我们再创建一个新页面。还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做跨境电商做专门卖衣服的话，会有一些常见的问题这儿输入一个常见问题 OK， 点一发布。那如果说你要是做的英文网站的话，那么你在这里直接输入英文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可以看到这里有
啊，在这里呢有一个 W， 有一个查看页面，我们就点击它，直接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后台。OK，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创建了几个页面，关于我们博客常见问题，联系我们首页，那这里就全部已经创建成功了。那这儿我们还可以点这里小鱼儿潮流服装店，我们点击一个查看站点啊，我们点鼠标中间这个，我们从一个新窗口给它打开。现在呢，这里呢还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哈。OK，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打开之后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购买模板啊，这个主题啊，它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页面。点击回到我们的后台啊，建议大家在打开一些单独页面的时候，都点击我们鼠标的一个中间的滑动的，它就会在一个新的窗口打开啊。比如说这里我们要查看这个站点，我从这里点击中间这个滑动的这个，我们点击一下，那它就会从一个新窗口打开啊，它不会至于把你的这个后台的这个页面呢冲的没有了。如果说你没有点这个的话，那么你这个页面就没有了。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啊，从中间的啊把它从新窗口来给它打开。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页面，鼠标还是回到页面这里，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几个页面。那这个首页啊，比如说这最下面这个首页，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一个查看啊。刚才说了，我们点鼠标中间这个键，从新窗口打开。OK， 可以看到它还是一样，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再次打开这个，点击这个首页的。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最上面的这个域名就是我们的网址，它的后面呢有一个出现了2个斜杠，中间有一个首页。这里呢，我们需要来给它设置一下。怎么设置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后台，点击这个左下角的，这里有一个设置，设置里面我们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一个阅读，我们点一下阅读，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你的主页显示。那这里呢，它默认的是一个你的最新文章，接下来我们需要把它改一下。那这个主页的话，我们就让它显示我们刚才的一个首页。那主页这里我们在这里看一下，这里我们点击选择一个，我们先把这个静态页面这里先点一下，然后这里主页就会跳出来，我们在这里点一下这个倒三角啊，我们就显示我们的一个首页。这个文章页的话，可以看到第二个这里出现了一个文章页。那这个文章页的话，我们还是点这个倒三角，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一个博客页，点击这个博客。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滑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保存更改，我们点击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刚才的这个首页，刷新一下。那这里建议大家呢，把这个视频呢收藏起来啊，不会的地方你可以反复观看啊。这里呢可以先订阅小鱼儿的这个频道哈。我们要做网站啊，不是说一会儿就做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反复的去观看啊。不会的地方我们可以多看几。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首页刷新之后呢，它还是这样空白的，什么都没有。接下来回到这个后台，回到这个点击这个页面，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啊，那我们需要慢慢的往里面去添加一些东西。首先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下我们顶部的这个菜单栏，我们要像它这样子，顶部呢有一个菜单栏。我们鼠标往下滑啊，我们现在是点这个外观，外观里面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往下拉，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菜单，那我们点击一下这个菜单。那这里菜单的名称可以看到啊，这里出现了一个菜单的名称，名称我们写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儿可以写一个主菜单啊，这里有一个主菜单，写一下。往下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显示位置，这里显示位置的话就直接显示到这个主菜单。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创建菜单，创建好以后呢，我们鼠标再回到左侧，这里呢有一个查看所有，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页面啊都给它全部添加过来。这里首页博客，关于我们常见问题联系我们，把它全部这里再点击一个添加至菜单。 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全部就已经加进来了。这里我们再点击下面的，这里有一个保存菜单，点击一下，那我们这个菜单呢就已经有了啊。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后台，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我们点击这个首页，点击这个页面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装修一下我们的这个首页因为现在首页可以看到它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这里呢我们又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点击了这个页面，这里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所有的一个页面。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点到这个首页下面有一个编辑，这里呢有中间还有一个快速编辑，有个一次回收站，有一个查看。我们怎么编辑呢？这里我们不点第一个，我们点在第二个编辑，这里直接点鼠标中间这个键把它从一个新窗口打开。 OK， 那这里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编辑了。那今天呢，小鱼儿给大家搭建一个童装啊，儿童女装的一个电商网站为例，来给大家演示。这里呢我们还需要再准备另外2款工具第一个呢是我们的 GPT， 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Midjourney。那这个 GPT 我希望大家必须要备上这样一个工具因为它在这个不管在你平时制作什么时候，它都能帮上我们，特别是它可以来帮我们写一些文案，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一些建议真的很方便有了它。那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账号这里描述栏有一个 GPT 合租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查看。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 GPT 我给它的一个提示语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是一名这个跨境电商的一个运营专家和一个国际大牌的一个儿童女装品牌代理人。今天我要准备做一个儿童女装电商网站，那一会儿呢我会请你帮忙这里我们直接发送给他。大家都知道 GPT 使用它呢是有方法的你想要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那么首先你需要给它设定一个身份，那它就会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这里呢我给了它一个这样的提示语请给我一些国际大牌儿童女装，也就是说一个女童的一个服装品牌，同时呢也给我一个对应的一个网址。 OK， 我们直接发送给他。那它会告诉我们有哪些牌子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都是国外的一些牌子英国奢侈品牌的一个系列还有意大利的一个奢侈品的一个品牌系列，它会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品牌。那这个呢它大部分给到我的都是国外的，我再问他一下国内的。接下来呢我再想要获取的几个国内的一个童装品牌，我就直接发给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网站它这里有给我们一个网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网站呢来获取一些灵感比如说国内的一个巴拉巴拉，有个安奈尔，有个小猪班纳这个巴拉巴拉我们是知道，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网站是直接点击这个它就会直接跳转到这个品牌的网站来。 OK， 可以看到直接帮我们跳转过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网站里面来找寻一些灵感。大家在做之前呢可以先来参考一下这些上面的一些关键词，你可以把这些你的行业这些关键词呢运用到你自己的品牌上面去，你可以换成你的行业，那这些关键词就可以用了。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设计了。当你参考好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设计了。那首先呢我们就需要就像这个一样呢，我们就需要先制作一个轮播图。那在这个制作这个轮播图之前呢，你首先要把你的图片全部准备好。 OK，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小鱼呢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一些图片这些儿童女装的一些图片都非常的漂亮。我这儿用到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 Midjourney它是专门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一款绘图软件。那如果说我把这个图片放给你，你真的很难想象它居然是 AI 生成的。可以看一下，谁也想不到这个图片它居然是 AI 生成的。Midjourney它做图的效果就是高清，画质非常的清晰。那么它生成出来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几乎是跟我们真实拍摄的图片呢是差不多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使用一下这款软件。前期你可以选择一个便宜合租链接呢我放在下面描述栏了可能还有朋友说我不太会用我没使用过Midjourney，也没有关系小鱼儿来在下面的描述栏从入门到精通的一个Midjourney的一个课程大家可以去点开那个视频呢去看，去简单的去学习一下。那么这里链接在描述栏右上角我也会放一个链接。那如果说你在右上角没有看到，那么你可以直接在描述栏里面去打开这个链接去学习这个教程。那么这个视频教程里面我会是非常基础的，从零开始学习Midjourney有教大家如何生成图片怎么样注册怎么样来注册Midjourney的一个账号怎么样来生成图片。那我所使用的素材呢，这里呢全部都是由Midjourney生成出来的。那如果说有需要素材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建议大家这些素材大家一定要自己先去准备。接下来呢，大家继续跟着我一起操作。回到我们刚才这里我们这里的这个装修页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首页。
第一次进来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界面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右边这里呢有几个工具哈。第一个呢，可以看到是一个撤回键啊，一个撤销重做呀。这里呢还有一个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平板端啊。我们比如说想要查看它在手机或平板上面的一个效果，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旁边。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电脑端的啊，这里有几个按钮，大家平时都可以用。那鼠标回到左边呢，这里有一个添加元素，这边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编辑器啊，我们所有的一些用到的一些元素呢，都在这边啊，你可以点击一下看一下啊，这下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功能哈，你需要什么东西，你可以直接往里面去添加，都有啊，图像这些可以看到往下拉，这里面非常多的一些元素。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制作我们的一个轮播图。在这里呢，我们鼠标回到中间，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加号，我们点击一下。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Shader， 我们点一下，这里看到它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里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接下来呢再点击一下，啊，先点这儿，点了之后呢，我们点这个返回，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给它命个名啊，方便我们下次查找。啊，在这儿输入一个轮播图，下面点击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轮播图呢就添加进来了。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添加进来，不然后面的话，那它这里可能啊没有一个轮播的一个效果啊。这儿一定要把这个给它添加进来。我们再点击一下中间这里，在这里呢，我们就搜索一个 banner 啊，这下面它就跳出来了，点一下。OK， 这里一个空白，我们在下面选最后一个，再点击一个应用。那么这里个高度的话，我们可以给它设置成500或者600。接下来呢，这儿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它的一个背景图片，点击这个按钮，把这个图片上传进来。OK，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添加进来了。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片呢，它不是非常的清晰啊。这儿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大小。那我们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有个大小，我们点击一下啊。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让它的像素更高一些。我们点这个1024×1024啊，然后可以选1536×1536。OK，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它更加的清晰啊。这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再给大家看一下，图片有些模糊哈，1536这个图片更清晰。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我们鼠标回到左下角这里有个箭头，我们把它点开。现在可以看到了，它这里呢并没有帮我们的整个页面给拉满。可以看到这个轮播图的话，最好是这样子的，把整个页面给拉满。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再给它设置一下。我们还是点击这个箭头符号，把这边的给它返回。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上面，这里有一个设置按钮啊，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这里有一个模板，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有个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页面全宽，点一下。OK， 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拉满了，我们把这个倒三角给它滑动过去看一下，这里已经全宽，已经拉满了，效果非常的不错啊，看起来就非常的专业哈。再把这个三角给它点回去 ，OK。露出我们这边的一个编辑的一个页面。这里呢，我们用鼠标点中这一张图片，点一下，它就回到这个编辑页面哈。这里这个覆盖啊，这个图片我们的颜色我们还可以调整啊。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一个，可以看到这里面你可以拉在下面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在发生一个变化啊，变黑啊，慢慢的变亮啊。你可以让它达到最亮啊，这样子太白了啊，效果也不是很好。我们还是把它放到刚才的中间的一个位置，差不多这个位置就可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上面的文字啦给它改一下。那我们鼠标直接鼠标回到这个中间文字的部分，双击一下 ，OK， 可以看到这里它就跳出来了啊。这个地方就是专门更改文字的地方。那么这个文字怎么改？其实它现在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张图片，大家可以回到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门面啊，我们网站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横幅上面的一个广告语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 slogan。那怎么写呢？我们不要自己去想啊，你抠破脑袋，你不一定想的有 GPT 好。那我们还是用 GPT 啊。这里呢，我就给他这样一个提示语：你现在呢是一位专业的一个国际大牌的一个童装女装的一个品牌主理人啊，我现在准备设计一张海报，请帮我想一些上面的广告语。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发送。OK， 可以看到这里它写出来了，非常的不错啊，真的每一个广告语都非常的不错
品质陪伴他的第一次成长，每一天都是时尚的冒险。你的笑容值得最美的装扮，在细节中绽放它的独特魅力。优雅从童年开始，为每一个小公主编织美丽的梦想。我觉得这个不错，我就用这个复制一下回来 ，OK， 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那这上面呢，这个日期我们可以改成2024。OK， 那下面这个按钮呢，我们可以点一下啊，在这里双击一下。它跳转到一个按钮的页面，这里呢，当有人点击到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它可以跳转到我们的某一个页面啊，或者跳转到我们的一个商品的一个页面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商品呢还没有制作好，所以这里呢我们还添加不了这个链接啊。可以看到这下面它是可以有链接的。那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可以把它的按钮这里啊，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教大家如何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字体。我们来把这个字体给它设置一下。除了这个字体的话，还有它字号啊、颜色这些包括我们可以让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些字体呢看起来更加的统一。刚刚这里大家全部在这里呢，图片这些更换背景更换好之后呢，一定要点击下面这里有个应用，在这里呢再点一个更新。OK， 更新好了之后就代表我们这里已经把它保存好了啊，一定要保存，不然你可能白搞哈。接下来的话，我们先来复制一下鼠标回到最顶上，我们把我们的网址的首页给它复制一下，点击一个 Ctrl 加 C 复制到这个 COM 这里，我们在一个新窗口呢给它打开。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的现在的一个效果，这里看起来是不是还可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一个自定义，点击一下，这里我们点一下这里。接下来呢，我们选择第一个第一个呢就是字体点击一下，这里我们就可以设置我们整个网页一些默认的一些字体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按钮的字体或者链接的字体或者说中间的这些广告语这些那如果说你不知道用什么字体好的话，同样呢，我们还是要找我们的 GPT 来帮忙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懂设计，不知道怎么样搭配出来的字体好看。OK， 这里呢，我们又回到一个 GPT， 这里呢，我就直接问他搭建网站用什么字体好了，在 WordPress 里面，这儿呢，他就给了我因为我一开始有给他身份，我做的是一个儿童女装网站，那他这里就告诉我们需要什么字体，那这下面呢给了几种。我们可以从中呢选择一种，这里呢他说这个字体是具有现代感和简洁风格的，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复制一下，复制好了之后又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那首先一个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字体这里我们点击这有个倒三角把我们刚才的复制过来的给它在这里 Ctrl 加 V 给它粘贴一下。 OK， 找到了，在这里我们就点击一下，它的字体就有一些变化。那这下面呢是一个基础文本的一个字体，那同样我们这里也可以点击一下，在这里面粘贴一下，每一个看你搜索的时候都能找到。 OK， 可以看到这边正在更新基础的一个文本字体也改好了。接着我们往下拉，这个呢是一个导航的字体，那这里同样我们还是可以搜索一下，点击一下，那导航的字体也改了。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字体，我们把它全部改成这样。那这里字体统一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的颜色的一个搭配。那么大家都知道，一个网站的一个颜色搭配呢也是相当重要你如果说搭配的不好，那很影响它的一个美观接下来呢这个呢我们还是交给专业人士，交给我们的一个 GPT。 那么这里呢我给到的提示语呢是这样子的，我叫他再帮我搭配一下以下的字体的一些颜色，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发送。那么是哪些字体的颜色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主色调，我们的配色，还有基础色，还有标题的颜色，可以说是真的就相当于我们请了一个专业的一个设计师一样。所以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 GPT 用起来，而且它呢是根据我们做的网站你做了什么类目来帮你设计的这个字体的一个颜色。回到我们刚才这个页面这里，首先呢我们可以先把刚才我们编辑过的这里点击一个发布，那发布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我们点击这个返回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需要来设计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颜色点击这个按钮。首先我们先要设置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字体的颜色。那这里整体的一些颜色可以看到，首先是一个主要颜色，然后是一个辅助的颜色，再往下呢还有一个文本的普通文本的一个颜色，下面呢还有一个链接的颜色
啊，还有工具提示的一个颜色等等。这里我们就先从最上面这里开始。那么我们就从最上面这里开始，我们刚才在 GPT 这里呢，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主要颜色啊，可以看到主色调啊，这里呢有一个中间啊，在这里有一个颜色的代码，两边呢有2个符号，我们复制中间这个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然后回到这个网站。OK， 这里就选择一个颜色，首先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颜色，点击一下这里，我们在这个鼠标往后退，可以看到选择颜色，这里就有一个代码，我们就把这个代码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OK， 可以看到这边整体的变成有一点带粉的啦。接下来呢是一个辅助颜色啊，我们再回到 GPT 看一下。那么辅助颜色呢，这里是一个薄荷绿色啊，这里我们还是复制中间这个代码就可以了。回到这里，我们选择一个颜色，还是在这上面我们直接改这一个代码。那这个呢是一个基础的颜色，我们可以再返回看一下它的一个基础色啊。这里一个象牙白，我们这里复制一下，这里点击一个选择，把它粘贴进来。再往下是一个标题颜色，复制一下，选择颜色，把这个标题颜色给它粘贴进来。再往下这里就是一个链接的颜色，我们把这个代码粘贴进去。再往下就是一个悬停的一个颜色，点击一下，我们把它粘贴进去。那这里呢还有2个颜色没有啊，这里有一个普通文本的，那我们可以直接问一下普通文本的颜色。他说了普通文本的颜色，这里用一个深灰色啊，我们就把它复制一下。这里用一个普通文本，点击选择。那么这里所有的一个文本颜色啊，大家都可以用 GPT 让它帮你想好，我们直接把代码给它复制到这个里面，复制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差不多这些主要的一些色调的话就已经全部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上面的一个发布，好了之后我们就点击这里一个返回键。那么这里还要再次点一个返回，这里呢我们来点一个布局，选择这里。接下来呢一起来设置一下整个网站的一个高度。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个高度，我们网站的一个宽度哈，不叫高度叫宽度。那么它这里显示的是1080，我们可以设置成个1200或者是1300，让它稍微的宽一点，这个页面看起来就宽一点的话，它会显得更加的专业，更加的大气。这里点好之后，我们记得一定要点一个上面的这个发布。那这里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窗口给它关闭了。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后台，我们再点击一下上面这个网址，我们再重新在一个新窗口打开看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效果。那么现在呢，我们细心的小伙伴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小女孩她的头部看不全了，这上面还有一些头部看不全了。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让它把它显示出来。那么这个怎么设置呢？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点击这个后台，这时候我们点中一下这个图片，那鼠标回到左边，在这个图片的这个位置呢，这里有个按钮，那这个按钮可以看到你可以拖动这个按钮，你想要显示多少，你可以这样上下拖动，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们在拖动它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显示上下，可以上下拖动。左右拖动不了只有上下拖动可以看一下，我们就这样子让它露出来就可以了不像刚才只是露了半个头在外面甚至你可以露得更多，让整个头给它露出来。接下来点击这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我们再次回到这个地方是刚才的一个图只显示了半个头，我们在这儿点一个刷新键，刷新键没有把它刷新好也没关系等一会儿的话它系统还没有更新过来这里调整好之后呢，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些缝隙，可以看到我箭头这里这里还有个缝隙。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缝隙呢给它靠拢让它中间不要有间距。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设置页面，我们鼠标回到这个图片的这个区域，我们双击一下。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有个轮播图我们就双击一下这个轮播图 OK， 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左边这些设置按钮就跳出来了。在下面这个位置，那这里有个填充，我们把这里给它改成0 OK， 可以看到改成0之后，这上面这个间隙就没有了，这里一个间距就没有了。我们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我们这儿点击左上角的一个刷新 OK， 可以看到这上面的这个间距没有了。
那这个呢，可以看到啊，这个啊是我们在电脑端显示的一个效果。因为现在的话，大家都是看手机比较多哈，很少有人说啊要买个东西我去看一下电脑，那么都会在手机上面买单。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怎么样啊？我们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电脑端，那这是一个平板端，我们可以点一下，它在平板上面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没问题，我们就不用改它。那我们再鼠标回到这个右边，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手机上面。OK， 这是手机上面的一个效果，可以看一下这个不行，这个人已经不见了。那我们要来设置一下，怎么设置呢？我们还是双击这个图片啊，那这边啊，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同样我们可以来移动一下啊，这个可以移动的哈。OK 啊，那把这个人物给它移到这个中间，没有问题了就可以了。那这样我们再看一下啊，这样就漂亮了。这个就是更改我们的一个手机端啊，可能有人会想，那我改手机端，电脑端会不会改啊？不会的啊，这里改手机端的话，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电脑端，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左下角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鼠标再回到这边，这里点击回到我们的电脑端。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轮廓图已经这个设置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设置我们的第二张轮廓图啊，大家看到啊，一般的它的一个轮廓图呢，都会是2到3张啊，不会是1张，所以我们这儿也需要再添加1张。那这里怎么添加呢？我们需要把它设置成一个滚动的啊，它自动的一个跳到下一个轮廓图。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上面，这里有个 banner， 那这里呢有一个 banner 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轮廓图。我们这里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我们把它复制一下。OK，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添加第二个轮廓图。那这里我们需要再来添加一下，原理都是一样的。那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banner， 我们点击一个鼠标右键，我们这里给它复制一下。OK，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现在有2个了，一模一样的2张图。那第二个设置其实和第一个的方法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先来换一下这个图片。那第一张这个我们是改好的，第二个呢，我们去修改第二个就可以了。这里选择第二个，我们先改一下这个背景图，这里更换这个图片。这里我们选择一张图片，选好之后呢，如果说你图片没有，你可以点击上传啊，你提前准备的，你直接上传，点这儿，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应用。OK，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图片呢就已经更换了。那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小女孩的头看不到哈，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啊，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图片，我们把它拉下来一点。OK， 到这个位置啊，要露出小孩的这个脸。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第一个一样，我们来改一下这个文字啊。这里我们需要双击啊，我们把这个，因为这个是第一张轮廓图的，我们要把这个字体改一下，回到我们 GPT 啊。OK， 我们把这个给它一个 Ctrl 加 C 复制，然后这里一个 Ctrl 加 V 把它粘贴进来。她的笑容吃着最美的装扮啊，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女孩笑得很甜。OK， 这图片就换好了。这里其实你还可以写上你的这个衣服的一个卖点。也是可以的哈，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商品啊，你来编写这一个广告语。那接下来呢，你要想我们可以把3角把它，我们可以来回的播放，可以看一下2张图啊，可以这样切换啊，你也可以点这个上面，你看一下2张图的一个效果。这儿呢，因为我们的产品呢还没有上架，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链接加进来。那后面的话，我们产品上架之后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鼠标，你可以这个按钮的名称啊，跟第一个一样，这里我们可以改它的一个名称。比如说我这儿改一个查看商品，那可以看到这里就改，点击这里，它这下面你可以把你的链接加进来。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里改好之后呢，你这里上下左右这位置移动好之后，点击这里一个应用左下角，再点一个更新。这个就是我们就把它保存好了。那在设置好的同时，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手机端和一个平板端的一个效果。我们看一下，点击鼠标回到右边点这个，那这个呢，我们点一下，可以把图片给它往中间。这个图片呢，目前调整不了啊，但是能把整个人露出来也没有问题啊。我们再看一下手机端，那手机端就不行了哈，只露了半个脸。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设置一下，我们把这个往中间拉。OK， 就这样。漂亮，我们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看一下平板端。平板端哦，这里是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的。刚才没有拉对，我让它往中间来一点。OK， 把它放在最中间。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哈，来点击一个更新。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是平板端的，手机端的，稍等一下，刚才没有保存。这里
刚才小鱼儿没有更新啊，所以我们这里点完之后一定要点一个更新，要点一个再保存一下。OK， 可以看到现在没有问题了，手机端这里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回到电脑端这里，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下，我们再把它调整一下，拉一下，露出小女孩的整个脸。OK， 这里点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为了以防万一我再检查一下。那在移动我们电脑端的时候，好像我们手机端也跟着有一点跑。那我这里再来改双击一下，稍微往中间移动一点点，点击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电脑端没有变化。OK， 现在没有问题了。手机端、电脑端、平板端、电脑端都没有问题了，就这样。那这里全部调整好之后，点击这里一个更新。接下来呢，就需要来做我们的第二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跟我们的一些产品相关，需要在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里面安装一个电商的插件。这时候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我们鼠标回到左侧，点击一个插件，点击这里安装新插件。那么为什么要安装一个插件？很多人可能会有点疑惑啊。那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的这个 WordPress 的话，它只是一个博客系统啊。那博客系统是什么？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呢，是用来发文章。那如果说你想让它有一个电商的功能的话，那我们就需要安装一个电商插件。这我们点击一个安装新插件。那么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个搜索插件，我们输入一下。那这个插件的名字呢叫 WooCommerce， 这里它正在搜索当中，那就是可以看到跳出来的这第一个我们这点击一个立即安装。那有了这个插件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销售产品，所以呢这个是必须要安装的。这里安装好以后呢，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启用，点一下。那接下来可以看到，那当我们启用后呢，它会自动跳转到这样一个页面啊，让我们来设置我们的一个商店。那这里的话，我们暂时不需要设置。鼠标来到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跳过引导设置，我们点击一下，这里选一下你的企业设在哪里。这儿我先随便选一个，点击这个前往我的商店啊，来到了我们的一个商店的一个后台的一个页面。这个呢就是一个 WooCommerce， 它里面的话是可以管理我们的订单，可以来增加产品。首先一个我们可以来先添加我们的产品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添加产品。这个时候呢，它里面类型有3个选择。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实体产品，第二个是可变产品，第三个是成组产品。第一种的话，我们的产品只有一个颜色一个尺寸。那等一会儿我这里会教大家怎么样设置。那还有一种的话，它的一个产品比较多个颜色多个尺码，比如说 SML 这样的话它的设置可能就稍微复杂一点，那等一下再教大家。那还有一种的话，一个组合的一个套餐，组合的几件衣服可以合在一起嘛，那它可能就会更优惠一些它会搞这样一个组合的一个购买，就相当于是一个套餐。那这里呢，我们先来设置第一个，我们的产品只有一个颜色，我们直接点击进来。比如说很多产品呢没有什么大中小码，就只有一个码我们国内所称的一个均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这个添加产品的一个页面。第一个呢，可以看到要写上我们产品的一个名称。那往下呢是产品的一个描述，东西它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相关介绍。这儿呢，说实话，我们很多人其实没有太好的文采你要自己来编写，你可能会抠破脑袋。这里我们不用想，不擅长都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可以用到我们的 AI 用我们的 GPT 来帮助大家。那这里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用 GPT 来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那首先呢，你必须是一个 GPT-4 的一个模型因为 GPT 3.5 的话，它是没有一个绘图的一个功能，也没有一个识图的功能。那如果说你的 GPT 账号还是 3.5 了，建议大家可以先升级一下你的教程。那怎么样升级呢？我会把相关的一个 GPT 升级的一个教程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大家可以先去简单看一下，帮你的 GPT 升个级。升级了之后的一个 GPT 它是可以识图的。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这下面的描述栏，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产品图片给它上传进来。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像链接一样的，我们点这里从电脑中选择第3个，从电脑中上传。选择好图片之后呢，点一个打开。
接下来呢，需要我们一个非常相关的一个提示词，我这里给到的啊，我们把图片上传进来，先不要着急发，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提示语把它粘贴进来，一起发给他。那我这里是什么呢？现在，假如你是一名专业的WooCommerce电商运营专家和国际大品牌的一个儿童女装主理人，请根据我发给你的图片呢，帮我生成上装白色外套的小女孩的上装白色外套的一个标题描述以及标签，其中描述要生成2种。那么一种呢是产品的详情描述，可以用列表的形式表达；另一种呢是产品的简短描述，我要用来填到我的WooCommerce搭建电商网站里面。中文、中英文2个版本分开给我 ，OK， 这样我们就直接点击发送。那么可以看到啊，其实 GPT 它识图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强。我只是跟他讲了一个上装，我并没有告诉他这是个什么衣服。这里你可以看到，他说这是一个精致的一个白色羊毛外套。OK， 这个确实是一个羊毛外套哈，一个大衣。那它的一个材质啊，产品简短的描述啊，一个标签都帮我们生成出来了。如果说你觉得不够详细的话，那像产品描述不够详细，你可以让它。接下来呢，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标题复制一下。那么现在真的 GPT 它的识图功能真的非常强大。如果说是你自己去想，真的你可能要粘贴过去。产品的名称在下面就是它的一个产品描述，产品的描述我们这里把它复制一下。如果说你需要中文，你就复制中文；你需要英文的，英文版本的也是有的啊。所以英文不好没有关系啊。OK， 把描述产品描述就放到这里啊，非常详细的一个产品描述。这里还有一个产品的一个简短描述，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个产品的一个简短描述。那我们把那个简短描述呢也给它粘贴过来。产品标签我们等会儿再用。产品标签呢，我们把它复制一下，这个产品标签回到我们这里在我们的右边这里有一个产品标签，我们把它粘贴进，点击一个添加。OK， 这里我们就添加进来了啊，这个衣服的一个标签，这里衣服的一个材质、一个设计、一个细节啊，这些全都有了。那建议大家可以让它就像我这样子把它生成的可以看得详细一点的话，这样看起来就是更加的专业。那上面它非常的简单啊，一个材质这个就非常的简单，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产品描述就感觉就不一样啊。这儿我们就不要偷工减料，都是 AI 帮我们想出来的，我们就复制粘贴一下。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填写一下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价格啊，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常规的价格，比如说衣服我们卖的是159，如果说你想弄一个促销价啊，一个活动价格，你想把它设置一个折扣价，在这个下面可以在促销价格啊这里再设置一个，比如说是139 OK 啊，可以优惠20。再往下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里鼠标回到左边，这儿有个常规，我们再点一个库存，点一下，这里有一个此产品的跟踪库存数量，我们把这里给它勾上。这儿你可以填一个数量啊，根据你自己产品的一个数量来填写，比如说50、100都可以哈。那他问你允不允许缺货超售啊？这儿我们就点这个不允许。那库存不足的最低值，这里我们设置一下，可以把它设成一个2或者1。接下来呢，这里是一个配送，在这个配送里面的话，如果说你的产品还有重量啊，你可以把重量给填进来。你的外形的一个尺寸，如果说你卖的东西是比较大件的啊，你的长宽高这些要重量填到里面。运费的话，这里呢我们暂时先不管它啊，运费后面再教大家怎么样去设置。这个我们是卖的是一个服装啊，这里一般就不用填。这边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鼠标呢往上滑动啊，回到我们的右边，在这里我们需要来添加我们的一个衣服图片。添加我们的一些产品图，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设置啊，这里有个设置产品图片，我们点击一下。那这样我们把这个图片可以给它上传进来，上传好之后呢，这里我们点一个设置产品图片 ，OK， 这里这个图片就添加进来了。那么这个图片呢，你是需要多几张的啊？我们都看过啊，像这些衣服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衣服，它的图片都不止一张啊，它有正面、反面这些，或者有几个颜色这些都会展示。我们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其他图片添加进来啊。这里有个产品相册，添加产品的图片，这儿我们按住一个 Counter 键，我们可以多选一下，可以同时选2张，点击这里一个添加至相册，那你根据你的图片来，那我这儿只是随便的上传了2张。接下来我们鼠标再往下滑，这里呢我们可以给这个产品呢进行一个分类，
这里它默认的话就是一个啊。如果说你的产品没有分类，那它就自动的就把你归类到这个里面来了，它就是只有一个。这里我们来就可以来添加一个分类，这里点击一个添加新分类，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衣服呢，有大衣，有外套，我这儿就加一个外套，这里点击新分类啊，这个外套就添加进来了。那如果说你在这里，你对这个服装不太了解哈，你也不知道它有些什么分类，那么我们也可以问 GPT。那我们直接问它，儿童女装都有哪些分类 ？OK， 然后直接发送。现在有了这个 AI 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想要做什么都变得简单了很多啊。所以这些工具，这 AI 工具大家一定要学会用。OK， 这里可以看到有春夏季的服装。有秋冬季的服装，还有日常休闲的服装啊，还有家居服，这个分类就有点多了哈。那么我这里就分一个大衣，我再分一个，这里你可以把这些啊，你觉得啊有的你的商品里面有的，你就可以直接复制哈。比如说我这儿再添加一个新分类连衣裙，添加进来，还有一个半身裙，再来加一个毛衣，这儿我再加一个套装。OK， 可以看到我这里加了这么多分类在这个里面。啊，这儿再加一个，比如说一个新款，本季新款，还来一个什么清仓兔礼 ，OK， 那这里就添加进来这么多了。那这个衣服，说实话啊，它的分类就多了啊，还有什么风格呀，还有什么季节啊，还有什么材质啊，想要把它分得特别细的，它可能真的有10-20个分类。可以看到现在我这个大衣的话，我给它分到哪个类里面，我就把它分到这个外套里面，可以看一下啊。如果你这个产品是什么类型的啊，分到哪个类里面，你就把它这里勾选一下啊，这个产品类别这里把它勾选一下。这上面这些全部都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把鼠标往上滑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发布，点击发布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这个产品，点这个全部产品，这是我们刚才添加进来的一款产品，可以看一下。这里的产品就已经添加成功了。我们先来查看一下这个产品。鼠标一直往下滑，这里有个查看，我们还是点中间这个滑动键 OK，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衣服啊，我们的呢大衣，这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价格啊，我们有一个折扣价啊是139，没打折之前呢它是159。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价格，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卖到多少那就是多少，删掉就可以了。我们在哪里来改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这个产品页面，我们点击这里中间有一个编辑，那鼠标往下拉，这里呢我们促销价，这里呢我们把它取消，就这里再点击一个发布更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在这里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我们刷新一下看 OK， 可以看到它就只有一个价格，一个价格的一个调整。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看一下其他的图片。那如果说你是同一款产品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单品，那么一个产品一个颜色，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呢它就只有一个 SKU。 这样子设置好之后呢，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就没有选择啊，这儿就只有一个颜色一个尺码，而且是均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多个颜色多个尺码啊。比如说你的衣服可能会有很多个颜色，有很多个尺码，比如说 S、M、L 啊、XL 啊等等多个码，那这样该怎么设置呢？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那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在这个全部产品下面有个新增，我们点一下。那同样呢，还是先输入我们的一个产品名称。方法呢，其实和刚才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到我们的一个 ChatGPT 啊，我们把我们的衣服呢给它上传进来啊，直接发给它。OK， 点击这个按钮啊，上传我们的一个图片，从电脑中上传。那么你电脑里面有素材，你就可以直接传啊。如果说没有的话，这个呢，小鱼呢都是用Midjourney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高清啊，这个图片可以看到这个Midjourney啊，真的像真人拍摄一样的，这个效果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这些图片先把它保存下来，保存备用。那如果说你的素材没有准备好，可以先用Midjourney啊，或者说你有相关的一些产品图呢，你可以先把它上传进来。OK， 接下来我们回到 GPT， 点击从电脑中上传，点击打开，把我们之前的这个提示语呢，给它用一个 Ctrl 加 C 把它复制下来。这里呢，我们把它改成连衣裙 ，OK， 然后直接发送。
那还有呢 ，GPT 呢，它有一个记忆功能哈，就相当于呢，它会有一个聊天记录，你之前有聊过的很多问题，你都可以不用再重复。可以看到一个产品标题描述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把这个标题给它复制过去。OK， 可以看一下啊，一个蕾丝裙啊，这个真的 GPT 这个识图能力真的太强大了。然后把标题先粘贴过来。它的一个材质、产品的一个详情，我可以用 Ctrl 加 C 把它粘贴到这个产品描述这里啊，这里有的。再往下拉一个产品的简短标题，这儿一个简短标题，复制一下。还有产品的一个标签，把它加到这个后面，产品标签，点一个添加，可以再加上了。那接下来这个产品这数据这里呢，就会有一些变化，跟单品的话。这里我们鼠标移过来，这里有个单个产品，这里有个三角，我们点一下这个啊，我们这里给它改成一个可变产品，这里点了一个制造，这儿选择一个可变产品。那这个可变产品它的意思呢，我们可以设置成多个 SKU。我们鼠标来到这个左边，找到这里一个属性，点击一下属性，这里啊可以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比如说这里有颜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中间这里名称这里哈，在下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颜色。接下来我们在属性值后面可以看了，它说可供客户选择的一个选项，比如说蓝色或者大号，那使用这个数分割不同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颜色有白色。那这里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的键盘，把它调整到一个英文的状态下啊。你鼠标可以看到在这里了，这里可以一个 Shift 加空格键啊，可以调整，可以看一下，在英文的情况下，接下来我们这里。那么当你调整成英文之后，接下来啊怎么输入呢？这里我们按住一个 Shift， 再按这个竖线 ，OK 啊。Shift 加这个键盘上面就是我们的 Enter 键上面哈，有一个竖线啊，大家找到了就直接 Shift 加竖就 OK。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粉色啊，我们把它调整一个字色，再把它调整到英文状态，再加一个竖线。我们看一下它还有一些什么颜色：粉色、咖啡色、白色，有粉色，还有一个咖啡色，这儿再来一个，还有一个。黑色啊，再加一个下划线，还有一个红色，以此类推啊。你有多少颜色的话，你就可以加进来，根据你自己的商品。那么不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删除。OK， 这里好了之后，点击这里一个保存属性。那接下来呢，这里有一个新增啊，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新增，我们再点一下啊。现在刚才是颜色，这下是尺码，也可以叫尺寸。那么这里有什么尺码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写一个小号。同样中间需要一个竖线，再来一个中号，再来一个大号，或者说啊，有的会用什么儿童的会用100，他的身高110或者120这样子来形容也可以啊。这里好了之后再点一个保存属性，那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颜色，这里颜色尺码都已经有。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变量，点这个生成变体啊，这里呢啊问你是否想要生成所有变体 ，OK， 这里我们就点一个确定。那可以看到这里它就帮我们就全部已经生成出来了。那么这里如果说这中间你有某一个颜色或者说某一个大小号没有的话怎么办呢？你可以点击，可以看到在后面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删除，我们点一下，确定要删除吗？点一个确定。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就直接把它删除了啊，不想要的你可以在后面都把它删除，我们就可以手动在这里给它删除。接下来来添加一下它的价格，那这个价格呢我们就可以来统一一起设置一下这个衣服啊，这个儿童女装它到底卖多少钱，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一个价格，比如说我这个裙子的话卖一个199，鼠标回到这边点击这个添加价格。那这里的话点了之后呢，它会批量的把我们的价格全部加进来。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在这里，我们刚才已经添加了，它并没有出现在这里啊，没有关系啊，它在这个后面可以看到删除的后面有个编辑，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OK， 可以看到这里面你可以来修改它的一个价格，那么你也可以来点进来来单独来设置它的一个价格。你也可以像在后面可以看到每一个在后面都有一个编辑，你都可以点进来单独设置它的一个价格。这个衣服的话它会有一个默认的颜色，有人进来之后呢，它可能默认跳出来就是这个颜色。我们的衣服有的颜色好卖，有的颜色不好卖，那么
好卖的颜色呢，我们肯定会把它设置成一个默认的一个颜色。那这个在哪里设置呢？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默认的表单词在这个位置。那这个后面，比如说一个默认的我把它设置成一个咖啡色。默认的尺码呢，我选择一个中码。那这里我们就已经把它就设置好了。设置好了之后呢，我们鼠标可以看到往下拉，这里有一个保存更改，更改一下。那么这边呢，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右边。跟刚才上的第一款产品都是一样的。我们先设置一个产品图片，点击上传。OK， 这里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产品图片给它上传进来。这里呢，我默认我主图就选这个选择这个粉色，点击这个右下角这里设置这一个产品图就加进来了。加进来下面还是同样添加产品的一个相册图片，添加产品相册图片点一下。这里呢，你可以按住一个 Counter 键。把我们这个所有的给它加进来，可以看到每一个这里都勾选上了，这里每个勾选上了一张一张太麻烦，你可以按住这个 Counter 键，然后把你这几张同时选中，点击一个添加。OK， 可以看到我这里6张图片都添加进来了。接下来往下也是一个分类比如说我这个是个连衣裙，那我就这里勾选一个连衣裙。产品标签呢，这里呢也已经有。那么这上面呢，你还可以再添加一个本季新款，也可以给它勾选一下。那么这里标签呢，你可以多设置几个都没有问题。你让这里让 GPT 呢可以再多帮你写几个，再帮我写5个产品标签。那这样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复制好之后就回到刚才这里，把它加到这个产品标签里面了。点击一个添加这里就多了几个标签。这里全部填好之后呢，鼠标往上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发布，我们点一个发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上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有遗漏的地方你可以再把它填写一下。比如说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产品的一个变量，我们点一下变量，往后看这里有一个编辑这里点一下。那这里呢，可以设置一下这个图片的一个 SQ 的一个图片比如说现在怎么是一个白色，那我们点击这里，点击上传把我们的一个白色给它上传进来，设为特色图像。OK， 然后下一个，那白色完了之后，这里有个粉色的，我们也需要给它一张粉色的，也需要给它一张图片。再往下可以看到了，还有个咖色的，咖色的下面还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红色我们就把这里面你根据你的产品你就把相关的一些它的一个图片呢给它添加进来。那么这里呢，只是跟大家讲一下这里是可以添加一个图片你的一个颜色图片，你可以对你的每一个 SQ 的话都给它全部添加。添加好之后呢，我们还是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回到鼠标，回到左边，点一个全部产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的刚才这款蕾丝公主连衣裙就出来了。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这儿有个查看，我们按这个鼠标中间的滑动键我们从新窗口给它 OK， 可以看到这个裙子呢就已经添加进来了。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颜色点击这个倒三角可以看一下有白色、粉色、咖啡色、黑色。我们这里是一个咖啡色，这是一个粉色的，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黑色的，这是一个白色的这还有一个这还有一个绿色的。那尺码这是旁边呢也可以看到有小号的有中号的，还有一个大号的。那数量呢在这个下面，鼠标往下拉呢，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材质的一个介绍它的一个细节、尺寸这些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那这里呢，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咖色，你就直接点击这个咖色，点击个大码点击这里加入购物车。OK， 可以看到这里直接去结账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购物车这里呢就直接去结账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组合的一个销售方式，一个组合的套餐，就像这样子同时把2件商品、2件衣服呢，把它放在一个链接里面。比如有的是呢一个上装搭配一个下装，有的呢是一个裙子搭配一个衬衫有的呢是裙子搭配鞋子等等，就是这样把它组合在一起卖，我们就直接可以上一个组合的链接。那这个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大家也跟着我一起往下看。那新手朋友们呢，这是一个做网站的一个视频，那它呢时间有点长，建议大家呢先订阅小鱼儿的一个网站建设，并且呢把这个视频呢把它保存收藏起来你可以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反复观看学到哪一步你可以先暂停，那么当你做好手头的事情再过来学的时候，你可以接着再学。所有的相关链接呢，小鱼儿都放到下面的描述栏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点击左边这里有个新增产品，
那么这里呢，我要把哪2件商品给它套在一起卖呢？那么这里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蕾丝连衣裙。那这里呢，我们写了蕾丝连衣裙呢，这些地方先暂时不填，我们把价格给它设置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是99，那其他的先不用填。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呢把它图片给它上传一张进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蕾丝连衣裙。那选择好图片啊，你这里可以选择好一个色号。还有一个标题，还有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在这个地方鼠标回到右边，在这里有一个目录可见啊，这个目录可见，我们点击后面的这个编辑，因为我们这里设置的是一个套餐，所以不用单独显示，我们这里就点击一个隐藏，点一个确定，这里再点一个发布。那接下来我们再点这里有个新增，这儿我们输入一个灰色连衣裙，同样这里价格填一下，这里选一张图片，好了，这设置产品。那么这里同样的还是这里目录可见，点这个编辑，这里还是选一个隐藏，点击一个发布。那再来点一个新增，点击这里一个新增。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写上一个组合购买更优惠。我们需要把这2张图片呢给它合在一起。接下来怎么做呢？那这里我们可以先来去除一下背景。那这里我用到的是这个工具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所有链接我会放在描述栏。这里点这个上传一下我们的一个衣服，这里点击一个下载，这里我们再点另外一个 OK， 这里点击一个下载。那么2张都已经去除了背景，接下来我们把它保存到一个文档。那么我们用什么工具呢？这里用 Canva， 然后打开 Canva， 这里可以自定义选择一个尺寸，鼠标在这里啊，右上角这里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一个800乘以800，然后点击一个新增，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这张图片，我们把刚才的2张图片给它上传进来，给它合在一起。那点击鼠标回到左边这个按钮啊，这一个上传按钮，再点这个上传，把我们刚才的2张图片找到 ，OK， 这儿把它上传进来，那么就把它直接拉过来，这儿需要把它放大 ，OK， 这样把它合在一起，点击这右上角这里有一个，这里一个 download 下载。啊 ，PNG、JPG 都可以把它下载。下载好之后，还是把它存在一个文档里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里可以看到小鱼儿用的所有的图片啊，我都是用 AI 生成的。这里呢，我用的是一个 Midjourney， 大家可以看到 Midjourney 它的这个图，它生成出来的图片是非常高清的啊，这个它不会存在一个版权风险。建议大家需要什么图片呢，可以用这个 AI 来生成。那你可以选择用 Midjourney。你也可以选择用 Leonardo 啊，相关链接呢我都全部放在下面的一个描述栏里了。这里还有一个工具哈，它的名字叫 ProMai。那这个工具呢，小鱼儿也经常用，它也是可以用来用纹身图，包括一个图生视频啊。这里它有很多一些电商工具，大家我们如果是做电商的话都能用到，可以看一下啊，有照片转线稿。有专门电商的背景生成啊，可以看到你有产品，那它就可以给你生成很好的一个背景。那还有一个涂抹替换啊，这个电商也能用到的。还有一个尺寸外扩，这里呢小鱼儿也把链接放到描述栏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啊，组合购买更优惠。那么组合购买更优惠，接下来鼠标回到右边，我们就把产品的一个主图给它上传进来。OK， 这里点击就点进来。可以看到它就合在一起了，这里再加上我们那个添加产品相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单独来上传它的一个图片，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单独上传上来。上传好之后呢，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下这下面它的一个分类。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在这边产品的数据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可以看这里有个成组产品，我们就点它。那么这里选择好成组产品之后呢，我们点这一个连锁产品。在这里我们搜索一下连衣裙 ，OK， 可以看到这里一个蕾丝连衣裙，一个灰色连衣裙，我们点一下，再搜索连衣裙，这下面灰色连衣裙，那我们把这2款连衣裙呢都给它添加进来。添加好以后呢，这里呢我们就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更新。接下来呢，我们这里点这里一个查看产品，这一个查看产品，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组合产品，可以看到它有2个价位你要想买蕾丝的，你可以添加一件蕾丝的灰色连衣裙，你可以添加2件。添加好之后呢，你可以一起点击加入购物车可以看到这
全部啊，这2件都加入购物车了啊，直接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个结账，点击去结账就可以了。那这里输入你的一些账单一些详情，输入好之后呢，在后面就可以看到有个价格啊，直接点击下单。那么这里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选择单个买啊，你也可以选择2个一起买啊，也可以组合一起买。那这里组合一起买，你可以把这个价位给它设置的优惠一些。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组合套餐购买的一个设置方式。那么这里呢，如果说你想看到你的一个单个产品怎么办呢？那这儿我可以看到，这鼠标回到上面，这是我们的域名，在这个 COM 的后面啊，我们加上一个 SHOP， 再打一个斜杠，我们直接点击一个搜索。那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单品，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单品的一个页面，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一个页面。那接下来呢，你有更多的产品需要上传的话，那同样啊，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啊，这里只需要点击这个新增，或者说呢，你直接点这个复制啊，去更改里面的一些信息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里每一个产品的下面啊，它都有一个复制，可以看啊，都有一个复制，你直接复制就可以了。复制起来了，你就去改一下它的标题啊，改一下它的图片，改一下它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呢我已经上传了这么多的产品了。建议大家呢跟我一样，这里先多上传几款产品啊。那因为等一下我们后面操作的时候啊，呢，就可能看起来整个页面的话会更专业一些啊。你的产品太少啊，看起来这个网站搭建的就不是的特别的完美。那么可以看到，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全部产品啊，现在显示的就是我们全部的一个产品。那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可以还是回到左边这里啊，我们可以来对我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分类啊。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分类，这儿的话我们可以把你的分类的一个名称填好啊，这里点击一个增加新分类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产品分类很多的话，那都是这样啊，你可以输入完成之后点击添加新分类啊，所有的分类呢就可以创建出来。那分类全部分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左边这里有特别多的一些分类。看到左边这里有一个图片哈，就比如说你的上装，你有一个上装的图片，下装你要有一个下装的图片。那这里呢，我们一起来设置一下它啊，在这里有一个鼠标点到这里呢，它有一个编辑按钮，我们点击一下，点了编辑，它会跳转到这个页面啊，有上装、下装，还有一个描述，还有一个顶部内容、底部内容。那再往下，这里就是一个缩略图，我们上传一个图片。那这是一个下装，点击这个，好了之后，我们点击一下更新。这里可以看到这里面啊，还有一些连衣裙你都可以点进来编辑一下啊，在这里添加一张连衣裙的一个图片。点击一个更新，那么这里所有的分类呢，你都可以来给它图片给它设置一下。那这样呢，就区分到我们的一个分类。这里分类设置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刷新一下页面，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这个分类的顺序呢，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啊。这样我们可以，那么这里怎么拖动呢？这里小鱼来教一下大家。那鼠标回到最后面在我们的一个右手边，这里可以看到后面呢有几个横线，那我们这里就可以拖动它来移动啊，这儿就可以拖动它来移动它的一个位置，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后面看到我的鼠标这个位置拖动它就可以移动，点这个前面是拖不动的我们要点这个后面才能把它拖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一个分类加到我们的这一个顶部栏上面来。那么这里所有的我们都可以点击一个编辑去添加上一个图片，我们点这个从一个新窗口打开，点鼠标中间这个键全部打开，我们来添加一个图片，这里上传图片，上传好之后点一个更新，接着下一个。那么先要看清楚是什么，本期的一个新品毛衣，这里点击上传，点更新马甲。 OK， 这里图片全部添加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我回到鼠标回到我们的左上方，这里有个 W 旁边，我们点击中间这个键，在新窗口打开查看一下我们的站点。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我们的一些商品呢它还没有出现。那回到我们刚才这里这里所有的一个可以看到这些你都可以调整也可以往上调整这个位置呢是我们可以自行调整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我们的产品的分类呢给它加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怎么添加呢？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我们的一个仪表盘。那么点击这里一个外观，这儿呢有一个菜单，我们点击这里选的这个外观，这里有个菜单，点一下。那这里鼠标我们在左边往下拉，这里有一个产品类别，我们点一下，把我们想要的一些显示的菜单栏呢加一些进来，比如说连衣裙、上装、下装马甲这些，把它添加进来。点击添加至菜单，添加进来之后呢，我们先点击一个保存菜单鼠标回到下面，保存好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网页，我们这里刷新一下看一下。OK， 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些商品就添加上来了，连衣裙、外套、半身裙、马甲、上装、下装等等，这些都加进来了。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鼠标回到我们的左侧，这里有一个商店，这儿我们点击一下它，把它增加到这个菜单栏，点击这个添加至菜单，点击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商店呢添加来了，我们添加到里面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把它鼠标往上挪，给它把它挪到第二个位置，看一下这是首页，把它挪到第二个位置就 OK。那鼠标直接按住这样挪就可以直接按住往上挪。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些衣服这些分类呢给它拉到商店里面来鼠标按住它往上拉。这儿呢，我们把它拉在它的下面成为它的一个2级菜单。那这些全部把它拉过来，让它变成一个2级菜单。记住这里是2级菜单。2级菜单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没有和这个上面的菜单对齐。那这中间前面呢空了一节，证明这个就是一个2级菜单再往上拉。还有一个3级菜单就是这样子你把它放在这个半身裙里面呢，它就是属于一个3级菜单，我们把它加入一个2级菜单，全部把它挪到这个商店里面来。OK， 这里我们点击一个保存菜单。那么这里保存好之后呢，我们再来打开刷新一下看。那这个是小鱼儿的频道，新手朋友还没有订阅我的可以订阅我可以看一下往期的小鱼儿如果说你对做网站感兴趣，那么一定要关注我。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商店，那商店这里有个倒三角，我们看一下，这下面就是它的一些子菜单。商店里面有什么呢？有半身裙、有外套、有连衣裙、下装、上装还有一个马甲。那么它所有的一些商品呢，就已经子商品呢就全部显示在这个商店里面了。接下来呢，我来教大家如何设置这个图片的一个导航栏。那么这个导航栏呢，怎么样设置？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首页可以看到最顶上这里有一个编辑页面，我们点击下面的这个进行一个编辑我们点击鼠标中间，重新一个新窗口把它打开。那么这里和刚才一样，鼠标回到左边，我们点击一个添加元素，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 SECTION， 我们点击这个 SECTION 这个部分，然后点击它一下。点完之后呢，这里一个默认我们选这个默认就可以了鼠标往下拉，拉到底了，我们点一个应用。那这个时候我们鼠标又回到这个上面，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这样呢我们自己就方便我们自己辨别这样也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这是一个菜单栏，把它改成一个导航栏。那么在改好之后，点击下面的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那么这个地方呢，每一个部分呢我们都给它改一下，这个就是方便到后面我们自己可以去辨别可以一目了然知道它是什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点这里一个添加元素，我们回到左边点击这个 ROW， 也就是类似我们的表格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这儿选择一个单栏，选好之后点击下面的一个应用。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和我们的 ROW 类似表格的这个东西都已经添加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再回到这个加号这里，点击一个加号，这里我们可以鼠标往下拉，这个给大家翻译一下。往下面呢，这里有一个产品分类，我们把它加进来。OK， 加进来之后呢，在这里呢，它有几种显示方式首先一个是默认可以这样显示，也可以这样显示，还可以这样显示这里显示是一个圆的，看一下这个呢显示的是上下两格这个不一样。那我们就选择一个默认就可以，点击一个应用。这里好了之后，首先呢，我们先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导航栏它显示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效果。首先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样式，我们点击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种显示的一个样子。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显示的是没有把文本显示出来，
这个呢是把这个文本显示在下面，这个差不多没什么变化。再看下一个啊，这个呢它图片变小了，这里呢图片它就变得更小了。这儿呢它是把这个文本显示在了中间，这个是显示在下面。这里呢我就选择这个样式啊，不同的样式它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效果。往下可以看到你要显示多少列，那么这里你可以选择2列。也可以3列啊，也可以4列。这儿产品呢，因为这里它没有转出来啊，这里我选择一个3列就差不多。建议大家都选择一个3列，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3列哈。这里是个深度排列，这些大家都可以去设置啊。这里呢有一个动画，可以看一下，你点开看一下。再往下呢，这里有一个滑动啊，可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第二个呢是一个导航的颜色，这里滑动往下拉有一个其他的操作啊，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你想在这里想显示什么呢啊？可以看到，比如说你想显示一个外套，再点一下啊，显示一个上装、下装。再显示一个连衣裙 ，OK，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可以选，那么你不选的话，它就会默认啊帮我们显示。那再往下呢，这里有个图片，图片的话可以看到这下面这里有一个圆角，那这现在是一个正方形，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圆角，我再选一个4 ，OK，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变成一个圆角了，比如说4不明显，我可以改成一个6 ，OK， 那这里就是一个圆角了，圆角看起来的话更专业一点。那再往下这个尺寸的话，我们点开看一下，这里建议选择1024乘1024，那么这个1024的话，它看起来就更清楚一些，更高清一些。接下来呢，这里就是一个悬停啊。当我们鼠标点上去的时候，你想怎样显示？比如说一个放大，我们选择第2个。当我们鼠标放上来的时候，它会放大，看一下，图片会放大。这里有很多种显示方式啊，这个悬停显示方式可以看到，鼠标拿上来它就会变大。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效果，鼠标上去它就会图片会自动放大。那么这儿呢？文本呢，你可以看到文本，你可以向靠左啊、靠右或者一个居中，现在就显示的是一个居中。那这里尺寸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大码。OK， 再回到最顶上这里一个样式啊，我们可以再改一下。你可以看一下，你想让它的文字显示在哪个位置，你可以到这里来点一下。那么这样显示，我觉得就非常的 OK。接下来呢，我们这里图片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来把标题设置一下啊。我们设置一个标题啊，点击上面这里一个返回，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添加。那这儿我们点击这个添加，在这里输入一个 PIT 这个标题，我们把它添加进来。OK， 这里添加进来了，它在这个下面，我们再点这个鼠标返回。那我们把这个标题呢给它往上挪一下啊，挪到这个分类的上面。OK， 啊，鼠标按住往上拖就可以了，拖到这个分类上面，那它就会跑到这个上面来。在这里来选择一下，我们就可以到这边来改一下它的一个标题，比如说一个店铺分类，这里一个店铺分类，这里 TAG 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H1。那这儿呢，我们点击啊，在最顶上我们选择一个居中 ，OK， 让它居中。这里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设计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一些店铺，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设计的啊，这些比较主流的一些网站。那我们可以到这个上面呢来寻找一些，来借鉴一些，比如说你看这里一个挚爱品牌、潮流新品，那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标题。那么你也可以用中文哈，这儿你也可以选择用英文。那你可以借鉴别人是怎么去装修的，那这些文字我们也可以复制更改的。你可以在谷歌上面去搜索啊，比如说你搜索你做的一个类目啊，你做的男装、女装，或者你做的什么发卡这些啊，你可以在这上面你可以搜索这些店铺。那么这里就可以看一下别人的店铺是怎么设计的，非常的多哈。那接下来呢，大家细心可能发现了，在这里啊，我们在这个中间的一个轮播图和下面这个图片啊，它中间的间距非常的近啊，这两个图非常的近啊，我们要把这里呢间距给它改的宽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点击这一个最上面的左上角的一个返回键，我们双击一下这个轮播图，双击出来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滑，那么我们的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MAR， 这里我们在这个后面给它设置一个距离，比如说一个70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变宽了，70有点太宽了啊，可以设置成一个60，那么60可以啊，可以看到中间这里距离就宽了，不能让它离得太近了。接下来我们点击下面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接下来呢，我这里在最顶上复制一下我这个网站的一个链接啊，从一个新窗口打开，给大家看一个效果。OK， 可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轮播图往下拉，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啊，鼠标一上来它就会放大。接着回到我们刚才的页面，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手机端或者我们平板端的一个效果有没有问题。
那鼠标可以看到，鼠标移到这个右上角，这里是一个这是电脑端，这是平板端，看一下。OK， 这里只显示了两个商品了。这个地方显示2个也没有问题啊，也不一定要很多。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手机端，手机端这个小女孩基本是在正中间的没有问题。再看一下这里店铺分类是有2个分类。那这里比如说你要显示一列怎么办呢？我们这里选中，这里选中之后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选择3，但是这个4太小了这个3列都有点小，选择2列还可以选择1列。那1列的话它就更大，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又不一样。那么这里建议可以选择2列。 OK， 没有问题，我们点击一个应用，再点击一个更新，那再回到我们的一个电脑端。我们每操作完之后比如说你添加了一个版本你添加了一个模块，添加了一个分类也好你有修改的情况下呢，你都可以来看一下你的手机端和你的平板端有没有问题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及时的修改。鼠标往下拉，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下面这个区域。那下面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呢需要再展示一下我们的一个新品，或者说展示一些我们的一些热门的一个产品。如果说你对你的这个行业还比较陌生，不知道怎么样去设计或者这些文本不知道怎么写的话，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让 GPT 来帮我们写。那这里呢我会发给他这样一个提示语，比如说在我的一个网店首页装修中装修到的一些文案，给我一些，比如新品、热卖等，用中英文。复制导航区为新品区，删除产品分类，新增一个 palette 进来，更改相关的一个设置。OK， 这里直接发送。其实它的一些分类会非常的多你可以看到一个新品区、热卖区、促销区，还有一个精品推选、本季必备单品、人气商品推荐等等这些。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导航栏。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制作我们的第2个区域。那我们可以直接把上面这个复制下来，怎么操作呢？我们这里找到我们的导航栏，点击一个鼠标的右键，找到这里导航栏，我们点击一个右键，这里点一个复制。 OK，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复制下来了。复制下来了，下面的这个区域我们不要我们只需要保留这个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我们点击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点击这里一个删除。 OK， 这里删除了，我们只需要留下它的一个文本就可以了接下来把我们刚才这里 GPT 生成的这个我们把它复制过去。 OK， 这里我们选中这个区域这边就跳出来，我们把这儿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精选促销商品。 OK， 这里就改好了。改好之后呢，我们还是鼠标点击这个左键，点击左上角这个点这个返回。那在这里呢，我们在这个标题的下面点一个新增。这儿的话我们还是鼠标往下拉，这里我们找到这个产品。 OK， 这里可以看到就已经添加过来了。那这里的话我们还是选择一个默认它的显示方式可以看到很多促销中可以看一下，促销中这里显示的方式不一样效果不一样，我们就还是选择一个默认，接着点击一个应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对这里面呢来一个具体的一个设置，比如说就像我们一开始刚才上面这个一样的你选择一个样式你可以看到你想怎么样显示，可以这样显示也可以这样显示，可以把文字显示到中间来，可以把文字显示在旁边，看一下可以是这样子中间一个正方形来显示，还可以这样子显示下面一个长方形，还可以这样子在中间一个显示。那这样呢肯定是挡住我们的图片了，我们还是选择这个，或者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不显示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在中间显示这一排文字，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选择这个。那这里你样式自己选。接下来一样这里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每次显示5个产品，这是显示的5个产品，或者你可以每次显示6个产品，或者7个产品。那么不建议这么多这个图片就太小了，可以看一下图片太小了，我建议选择4个每次展示4个产品就可以。那鼠标再往下拉，这个滚动方式的话我们还是选择一个简单吧。再往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呢有的东西呢你不想显示你可以把它关掉，比如说一个分类不想显示就把它关掉，标题不想显示你也可以把它关掉。这里可以看到有个快速浏览不想的话也可以把它关掉，这儿就没有了。标题不想显示把它关掉。 OK， 可以看到关掉之后就只剩下一个价格了，那这个价格建议还是大家把它留着。这个评级不想要也可以把它关掉。再往下跟刚才一样的这里呢可以看到你想显示哪些分类，这里我们点这个三角，比如说我想显示一个连衣裙，再点我还想显示一个
半身裙。那这里再点，我还想显示一个毛衣，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些分类呢，把它选中。接下来再看这个排序方式呢，你可以看一下啊，你想要怎么排序啊？这里有根据标题或者发布日期或者修改日期来排序。OK， 这里全部更改好之后呢，点击下面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区域呢，就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这儿有一个啊，鼠标回到这个左下角这个箭头，把它拉开，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效果啊，还是非常的不错。这儿我们再把这个箭头点一下，把这个编辑页面给它拉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设置一下啊，我们需要再来一个单品的一个显示的一个单品的一个展示。那这个单品呢，它就会显示的大一些。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哈。新朋友呢，记得把这个视频保存起来，可以反复的看。那么怎么设置一个单品的一个页面呢？接下来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同样还是鼠标回到左边，找到我们的导航栏，点击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选择一个复制。OK， 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复制下来了。那复制下来之后呢，这些我们不需要，我们点击一个右键，把它删除。那这个呢，标题我们也不需要，也把它清除。我们只需要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添加，点击这个添加啊，添加一个元素，在这里输入一个 F， 那么就 FIEP 这个，鼠标点击一下添加。OK，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样子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单品显示区。那这个里面你要显示哪个产品的话，产品你就可以自己来设置。上面刚才这里我们还有一个没有更改啊，可以看到这个店铺分类啊，因为我们刚才是复制上面的文本，那这个我们需要把它改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鼠标点击啊，回到这个左上角再点击一个返回，可以看到这里名字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来改一下，不改的话后面我们没法区分。这里我们点击这个，那这里呢，我们选中这个区域，把这个导航栏改一下，就是一个热卖单品。这里改好之后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热卖单品，包括上面这里我们需要改一下，这个区域是一个店铺分类，这我们一定要把它改好名字，区分好。这个是为了后面的话我们自己可以区分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几个区域，我们可以把它先收回去哈。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设置单品的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热卖单品，这儿的话你把这个热卖单品这里一个箭头把它点开，那在下面我们点击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就进来设置一下。那么这里你可以手动选哈，你具体要推哪一款产品啊，鼠标回到这里点击，这里有个它正在搜索，比如说这是一个毛衣，看一下，比如说想一个蕾丝的这个连衣裙，或者说啊看一下它的一个马甲啊，在这里可以选哈，灰色连衣裙，我这里就选这个啊，你就可以，那你这里就可以选择你要推哪一个产品，我就推这款产品。那选好之后这里点一个应用，接下来可以啊，下面这些信息呢都可以改。这里呢你要显示什么啊？比如说这里是它是一个外套还是一个连衣裙，这里分类啊，你可以把它展示进来。OK， 这里选好之后，下面点击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OK， 接下来你还可以选择一个显示品牌的一个区域。那么这里呢，我们还是点击这个键啊，可以看到我们把这所有的它的一个下面的信息，我们点这个给它收回去。这儿点击一个增加元素，这儿我们点击这个，这里还是一样选择一个默认，点一个应用。那么这里名字我们可以写一下，比如说这里我们输入一个品，然后我们点一个应用。接下来呢，我们再鼠标回到中间这里有个加号，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们选这个第一个 ROW。接下来这里呢，我们选择这个两列，这里点击一个应用。这里呢两列，为什么选择两列？一列呢是填我们的图片啊，上传我们的图片；另外一边呢是输入我们品牌的一些信息。首先呢，我们就再来设置一下啊，这里它有一个显示的一个中间啊，它这里有一个显示的一个，这里可以看到它有3个选择，那我们就选择这个，我们选择这个把它折叠起来。那再往下呢，它这里有一个宽度，这个地方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啊，可以看到它就让它更宽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返回键 ，OK， 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啊，这个 ROW， 我们点击一下，可以看你点一下，这里面就有2列就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可以双击第一个，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是显示的是6格，我们可以选择显示5格就可以了啊，我们不需要显示太多。好了之后我们再返回下一个啊，这儿我们一样给它改成一个5格。这里第2个的话，
我这里让它显示7格啊，反正一起加起来，我就打算让它显示个12格的样子。这样在这个右边呢，它就要宽一点，左边的话就会窄一点。接下来我们把第一个容器的一个图片给它添加进来，我们还是点这个加号在这里输入一个 banner， 把它加进来。OK， 这里还是选这个空白，这里点一个应用。第一个就是一个背景的图片，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这里选这个图片，点击一下。这儿选择上传文件，那么这里小鱼儿所有图片都是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哈，大家建议大家可以用 AI 生成图片。如果说你没有合适的图片，那因为你的如果说去用别人的图片会牵扯到一个版权的问题哈，建议大家自己生图，或者你有你品牌的图片也是可以的。OK， 点击使用这个图片，那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已经加进来了。前面这里有文字我们可以点击一个右键。我们把这个文字点击最下面这个，把它先删除。如果说这个模特你看不到他的脸，这个高度这里你可以调整，比如说显示一个600。OK， 可以看到现在它的整个头就显示出来了。那这个高度的话，你可以改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你可以选这个800看一下800的话它显示更大我觉得显示一个600就没有问题就可以了。同样右边的话，这里我们可以加文字，这里点击这个加号。搜索一个 TXT 就是这个信息，点击一下它，那么这里文字可以看到就加进来了。在这个右边你就可以填写你的一些品牌的一些信息关于你品牌的一些介绍。那么这个呢，大家也不用头疼不用去自己冥思苦想，我们还是可以叫 GPT 来写。那回到我们这个 GPT， 帮我写一个品牌介绍，品牌名为小鱼儿潮流童装，用中文写，点击一个发送。OK， 可以看到GPT 非常的专业，那这里我们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点击复制Ctrl 加 C， 回到刚才这个页面，点击这里 OK， 我们把文本输入到这个里面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加进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在这下面呢添加一个按钮在这里呢添加一个按钮。这时候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左边返回键，在这里呢点击一个添加我们在这里可以往下拉，在这里呢鼠标直接往下拉，这里就看到一个按钮。OK， 这里按钮就添加进来了。那么这里按钮的显示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看一下你想要哪种显示方式都没有问题。把窗户关上，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一个，点击一个应用就可以了。那这上面的文字呢，我们给它改一下，比如说更多详情 OK， 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呢你可以添加进来你的一个链接比如说你有网站也好，你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链接这里你可以直接把它点击添加进来这个是小鱼儿的一个油管频道的一个链接地址我这儿只是给大家示范一下，直接把这个链接加进来。那么当有人点到这里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这个页面。那这里呢，建议大家可以设置好你更好的一个页面到时候你可以再来把它添加进来也是可以的。可以，或者说这里加入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这里我们还没有做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链接加进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左边右边两边间距太窄了，那这两个之间呢它距离太近了，这个字都已经和这个图片呢连在一起去了，我们需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间距呢给它设置一下。那我们这里还是点击个返回，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我们有2个，这儿是刚才有2个板块，这里那右边呢是第2个左边是第1个，一共有2个区块。我们这里双击一下第2个，我们的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边框，错了，鼠标回到上面是这里我们这里设置一下，比如说设置一个60，那这个我们把左边设成60，右边的话我们也把它设成一个60。OK， 可以看到中间它的间距就宽了。如果你觉得太宽的话，你也可以给它改成一个50，50就差不多。现在它的一个间距就非常的合适了。那么接下来呢，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文字呢，在右上角这下面是空的我们也需要来把它让它居中一下，怎么样设置呢？接下来我们接着设置，我们现在要设置的就是我们外面的这个框外面这个框，我们来把它对齐，这里返回，选中这个，双击，鼠标往下拉，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它的一个显示方式，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中间 OK， 我们把它调到中间来，也可以往上还可以往下，那么我们就让它显示在这个中间选这个中间就可以了。弄好之后我们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
那记得一定要及时的更新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怎么样。OK 啊，非常的不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把整个区域的背景颜色的话改一下也是可以的。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背景的颜色给它改一下，改的浅一点啊，就跟这边的一个浅灰是差不多的。那这里怎么改呢？我们鼠标就先回到这边，那么我们双击这个品牌区域 ，OK， 这里就直接跳转到这里了。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颜色，我们点一下。那这儿的话，我们可以 ，OK， 你可以看到两边的颜色变得一样了。我们要让它变得白一点 ，OK， 它的颜色就变得两边的颜色就变得差不多一样了啊。你也可以让它更灰一点，可以看到，啊，也可以让它白一点，这样看起来比较协调一点。那这个图片呢有点高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变得矮一点啊。这样我们双击一下这个图片 ，OK，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在这里。那它的高度呢，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600 ，OK， 可以看到现在呢，它这里要矮一点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上下呢，这里还有点空的一个间距啊，这里还有个空白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改一下啊，点击返回页面，然后再双击一下这个品牌展示。OK， 这里我们鼠标往下拉，那么它这里有一个30，可以看到，这儿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它这里有一个30，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改成什么呢？给它改成一个0。OK， 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它的上下就没有间距了。全部弄好之后呢，我们点击下面的应用，再点一个更新。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我们的一个手机端啊，我们的平板端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我们先点平板端，那么这个平板端没有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鼠标回到这个右上角，我们再点击这个手机端，看一下手机端。手机端这个图片的话，我们可以让它短一点啊，不要让它显示那么高。那我们这里双击这个图片 ，OK， 这里600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改成一个500。这里点下面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移动它的，可以把它往中间移一点，把这个小女孩给它移到中间。那这里图片这里可以看到啊，这儿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圆点，我们可以移动它的一个位置，可以看，我们把它往中间移 ，OK。那这个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一个间距。那么这个在哪里改呢？我们这里先更新一下。接下来就是我们这里点击，这里一共有2个列，我们点这个第2个，我们双击一下。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它左右的一个间距，你可以给它设成20，这边呢也改成20，这两边的距离也可以再稍微宽一点点，或者设成一个25，这边也是25，那么这样就差不多了，这个距离就差不多了。那么这个上距可以看到它这里这个图片和这个文字中间这里离得非常的近，我们把上距需要给它设置一下。这里上距的话，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先改个40看一下。OK， 这个距离还是可以的，改个40差不多距离。至于两个贴在一起，它离着我们的图片呢稍微远一点。设置好以后呢，我们鼠标回到这个左下角这里啊，点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鼠标再次来到这个右上角，点这个桌面啊，回到我们的一个电脑端。那么这是我的频道，如果你对网站感兴趣的话，可以收藏保存这个视频，可以反复的观看哈。相关链接呢，小鱼儿都放在下面的描述栏。回到我们刚才这里，那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右上角这里可以看到手机端啊，这里有一个绿色的圆点，说明呢我们的手机端呢是有进行过单独设置的。接下来鼠标往下拉，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客户评价这个区域。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里把这里全部给它返回，在这里点击一个添加元素。那么这儿呢，我们还是选择添加这个部分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多出来了。那这里呢，我们还是继续选这个默认哈，鼠标往下拉，点击一个应用。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添加进来了。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起一个名字哈，这个管理员标签在后面，我们写一个客户评价。那一定要起个名字啊，方便我们后面的时候可以区分。那么这儿我们点一个应用，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这个中间添加的这个部分啊，这里有个添加，我们点一个加号。这儿呢，我们还是选择先添加一个 ROW， 添加一个这个。这里栏呢，我们选择一个单栏，鼠标往下拉，点击一个应用。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栏的一个宽度啊，鼠标往下滑。那么这里有个宽度可以看到。我们点击这个，在这里啊，这个相当于是自定义啊，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下，我们给它设置一个500啊，有点小，可以600或者说700啊，700也可以。再点击一下这个应用，那么这个里面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内容了。
同样点击这一个啊，在鼠标点这个加号，在这个搜索框里面搜索一个字母呢，切换到一个英文字母，输入一个 T， 输入完之后呢，我们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有几颗星啊，评价的这个区域，也就是推荐的这个模块，我们点一下。那 OK， 这里点了过后呢，我们这里还是点击这个默认点应用。接下来呢，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这里，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图片。那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头像，点击一下，这里使用这张图片。OK， 这个头像这里就已经加进来了。这儿它有一个显示的方式，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让它居中，就这样子显示。那么接下来下面呢，就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评语。这个评语如果说你有现成的，可以直接加进来，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同样可以用到我们的强大 AI 工具 GPT。那么这里呢，我就赋予它一个身份啊，他是一名运营专家，我需要5个关于女童的一个评价。这儿真的给我写的非常的细啊，1、2、3、4、5都出来了。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评语直接复制一下 ，Ctrl 加 C， 然后回到我们的网站。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滑，我们点击一下，这下面这个是一个评语，点一下。这里点一下不行啊，我们需要双击，我们再来改它的一个评语。上面这里也改一下，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合适的一个标题，回来 GPT 看一下，柔软舒服，比如说这个简单取一下，把这个改一下。那么接下来呢，一条评价太少了，我们至少要做3条评价。那这儿我们点击最左上角这个三角，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ROW， 这儿我们点击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选择一个复制。OK， 这里又有了一栏，我们再点返回，还是这个 ROW， 点一个右键，再复制一个。那这里复制了3个，接下来我们就先来一个一个改，这个头像需要更改一下。下面这个呢也是一样，我们先把头像先给它改了。OK， 这是3个不同的一个人不同的评价啊，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改。接下来我们改内容，双击一下，这是我们把第2个评价给它评语给它复制过来，时尚设计，把这个标题改一下。第3个双击哈，我们点住这个评语的时候双击一下，这里它就会跳出来啊，不然的话你可能你都找不到位置。复制，这里粘贴，标题复制，这里粘贴。 OK， 这里3条评语都已经改好了。那这儿呢，我只是展示啊，大家你可以根据你的商店、你的商品来写一些评价，或者你曾经有的评价，也可以直接复制粘贴过来。那么这儿呢，我只是在这里呢给大家加了3个评价在这里哈。如果说你想要加更多，那还是点击左上角点这个符号返回，点这里一个复制ROW， 点一个右键，点一个复制。 OK， 可以看到这里又出来了一个，那我不需要，只给大家展示，我点一个右键把它删除，这个不需要。这样看起来啊，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啊，这样3条。那还有一个方法呢，我们就是可以像我们的一个轮播图一样，可以来回的这样子看啊，可以这样子来看。那么这个又怎么设计呢？小优来教一下大家，可以让这个评语呢滚动起来，这个也非常的简单。接下来我们就还是鼠标往下，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些都给它返回去。那么我们把这个最下面这个呢给它打开就可以了。那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个小小的三角，点一下它就打开了再点一下它就收回去了。我们点打开，那这里有个添加，我们再点一个添加。这个时候你可以输入一个 S， 我们的一个轮播图，我们点击一下。那么我们这里再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点这个返回。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把这3个评语来给它拖到轮播图的下面来我们用鼠标左键按住往下拖，可以看一下，我们先点住这里的手，先点住它会抓取到，我们就往下拖。在这一个也是一样。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它会有一条线当每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它会有一条线你放到这个下面就可以。 OK， 可以看到这3个就已经，那这里出现点小插曲我们放的位置不对。接下来我们再重新来，鼠标左键按住，我们往右边移动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它这3个呢给它拖到这个轮播图的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那么这里可能也会像我刚才一样，会发现拖了半天它并没有拖到这个轮播图里面来，那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来大家看仔细了，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哈。我们拖动它的时候呢，鼠标的一个左键
按住不动，我们拖是拖到这个我们放的轮播图这里再放，轮播图这里再放。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轮播图拉到下面来，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评价，这里你可以看到啊，它这里出现了一个长方形的一个蓝色的边，我们就可以放了。再来第二个，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放进来了，这是我们的第三个。OK， 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评语呢就在同一条线上面去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对这个轮播图来进行设置。我们选中这里滑块，这里双击一下，可以，它就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那么这个风格呢，我们就用它的默认的就可以了。往下拉，这里导航这个位置啊，这里始终可见。这里我们给它选择这个 low， 把它打开。那这个箭头颜色的话，这我们就选择一个黑色。那么这里自动滑动这里呢？这儿我们给它打开 ，OK， 这边呢都是可以设置的啊。如果说你想设置的话，你可以到这边来啊，自己多研究一下。这里我们就设置好了，设置好之后，我们还是要点这个应用，点一个更新。可以看到这里它就有一个滑块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上面呢都会有一个标题啊，比如说店铺分类啊，这些都有个标题。那这个评价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标题。那么怎么做呢？标题的话，我们可以直接从之前这上面呢来复制一个。比如我们选中这一个 ，OK， 就是这个。那我们这里先点击，看到它一个位置啊，那就是在这里店铺分类，我们定到它一个位置，我们点一个右键，在这里有个复制 ，OK， 可以看到这里复制了一个了。那这里再点一个这个，回到左边这里点返回，这里看到出现了两个标题，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标题往下拖到这个滑块下面。往下拉看一下啊，拖到我们的这个滑块的上面啊，这里就已经有了。双击一下，这里我来改一下这个名字，这里是直接改成客户评价。那么可以看到这里上下它的间距非常的近哈，我们可以来改一下，鼠标往下拉。那么我们这个还是回到这个左侧栏，在这里有一个宽度，下面这里我们给它输入一个60 ，OK， 可以看到这里的就变宽了啊。60不够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一个70啊，70这个还差不多。OK， 这里点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一定要更新哈，我们随时记得更新，那不然你前面做的可能白做了。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我们的一个网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鼠标回到最上面啊，在这里上面有一个到 COM 这里结束，我们把这里给它复制一下啊，点击这个加号，从一个新窗口打开。OK， 这里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效果图啊，我们的评价就出来了，非常的不错啊，看起来。那这里的话，我们的首页啊，大概的一些功能呢，基本上呢已经给大家讲解到位了。那这些功能呢，你不一定要有，但是呢，你一定要了解它的这个首页里面呢，它是可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功能。那还有呢，这个里面的顺序啊，我们回到这个后面可以看一下这些顺序呢。我们也是可以更改的，不是说一定非要这个排在上面，这个排在下面啊，这个也是可以挪动的。再我们用这个箭头符号把它这里全部给它收起来 ，OK， 就这样看起来就非常的清爽了。这边收起来之后呢，比如说呢，我想把这个可以看一下，我想把这个品牌介绍给它往下挪，我想把它放到这个评价的下面，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我们把这个品牌展示。把它按住，拖动到这个评价下面。OK， 可以看到，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品牌展示到下面来了，我们的评价到中间来了。这儿同样你可以按住，还可以把它再挪回去。OK， 在改好之后呢，记得这里更新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平板端的一个样子。我们从这个上面看下来，看一下。OK， 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手机端，往下拉看一下。OK， 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 PC 端。每次最好做好了装好一个模块呢，我们可以来手机端看一下，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及时给它解决。那这里大家随时可以点击这里这里有个三角，你可以把这些全部给它收起来。接下来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页面，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那我们的首页这里呢，它是有一个按钮的。那这些按钮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链接。那回到刚才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个直接点击一下这个按钮，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在左边这里呢有出现一个链接。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首页，这儿比如说我们点这一个商店，点进来，那我们就把这个商店的链接给它加进去啊。鼠标回到这个最顶上这儿就是一个商店的链接，我们复制一下。
回到刚才这里，我们把链接给它加在这里。那么只要有人呢点击这个按钮呢，它就会直接跳转到我们的商品页面。打开方式呢，我们选择这个在新窗口打开。接下来点击这个第2张图片啊，我们直接鼠标回到这个最顶上，这个是第1张，这个是第2张，一样的，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啊，点这个按钮往下拉这个链接，把刚才的链接再给它粘贴进来。这里还是在新窗口打开，这里我们再往下拉，比如说这里呢有一个品牌介绍，这儿有一个，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关于我们，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什么查看更多，一个什么品牌介绍啦，这些按钮你可以啊，这上面名字你都可以自行更改。这个关于我们呢，我们也可以把链接给它加上。那在哪里去找啊？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回到我们的首页，上面有一个关于我们，我们点一下。那这目前为止呢，这里面关于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等一会儿我们会做啊，把这个页面把它做好。那现在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链接啊，还是这个最顶上把它复制下来。我们在这里鼠标往下拉啊，你点这个按钮的时候，这边就会出现，我们把链接给它加进来。这里还是在新窗口打开。那么我们拖下来看一下，没有了哈，基本上就是这些。这里一个单独的一个页面的话，这儿的话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商品啊，你可以把这个商品的链接给它加进来。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左下角这一个应用，再点一个更新。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里我们刷新一下。那比如说这个按钮呢，我们就可以点一下啊，这个时候它就跳转到了我们的一个商品的一个页面。看一下第2款商品，我们看一下啊，这里就我们成功的就添加好了这个链接。那往下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关于我们，点一下啊，这里它也会跳转到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那证明我们这里链接就添加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看一下，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首页。那如果说你不小心你的首页不见了怎么办啊？在我们刚才编辑的这个页面，你可以看到在最顶上这里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链接，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到这个 COM 这里结束，这个就是我们首页的一个地址，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后面的就不要了，直接再点这个加号，在一个新窗口给它打开。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首页。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商品页。我们点这个商品，这个是我们的商店啊。那么目前显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不专业。接下来呢，来一起来把它给设置一下。怎么设置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商品页的，在我们的这个左边呢，比如说添加一些搜索呀、筛选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分类之类的。那么接下来就在这个页面，我们点击这上面有一个自定义，自定义之后呢，我们选择这个 WooCommerce。那这里呢，你还可以显示产品和分类一起显示。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选择这个显示产品就可以了。那产品的一个排列方式，就是它的一个排序。这里你可以点击这个三角看一下，比如说按照一个销售，也可以默认排序，也可以按销售。啊，也可以按评级，也可以按最新的一个啊，比如说你上新的一些，从最新的开始排序，也可以从价格从低到高，或者说从高到低啊，这里就有这几种这个排序方式。这里呢，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个每月销售啊，一般销售的比较好的就会排到最前面。那么再往下拉，鼠标接着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有我们的边栏的一个显示的方式。那这个呢是没有边栏，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没有边栏直接显示产品。这个呢是有边栏的，它显示在我们的这个左边。这个呢是显示在我们的一个右边啊。这几种显示方式你可以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把这个边栏放到左边。那接下来呢，这边是一个布局方式，这是一个布局，你想要怎么布局啊？这里你可以选择一种。那么可以看到它也布局有3种啊，可以这样子显示，也可以这样子显示。啊，你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我觉得默认的就可以啊，这个默认的就这样就挺好的。每页的一个产品数量，这里你可以设置。那么这里呢，我只是给大家演示啊，让大家知道它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这里呢，它一共可以显示多少？那么这个呢，是每一行你想要显示几个产品，比如说显示4个产品，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就一排就是4个产品啊，也可以显示5个产品，最高是可以显示6个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显示3个就合适。那么每排产品数，那在电脑啊，在平板上面你想要显示多少？在手机上面你想显示多少？手机上面显示2个就可以了啊。平板的话3个、2个都可以。往下啊，这是标题的一个样式。标题的样式呢也可以设置一下，它有几种，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可以看到它就出来了。还有这种啊，它是这样子显示的这一排。那这个呢是默认的。
默认的这个上面没有。我觉得这个默认的就可以啊，上面下面不用显示。再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显示了一个标题和价格啊。比如说在这里呢，你不想让它显示这个勾，可以给它去掉。这个呢勾呢也可以给它去掉。这个呢显示目录也可以给它去掉。这个呢也可以去掉。这里可以看到，当你去掉的时候，这里就只剩下一个商店哈。把它勾选起来了，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就出现了首页商店。那其实就显示一个商店就可以了。这个呢显示的结果数量可以看到，这里搜索有10个，这个我们不需要。还有这里有一个显示目录的一个排序，这里有一个排序啊，可以看到这个排序呢还是可以要。接下来可以往下拉啊，这里面有需要设置的你都可以来设置。这里有一个按钮的样式，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给它去掉，这个显示评分也可以把它去掉。这里全部设置好之后呢，我们点击在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里有一个产品目录，这里有一个三角，点一个返回。这里呢，我们再接着点一个返回。往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工具，点一下可以看到呢，鼠标往下滑到这里呢，有个商品的一个侧边栏，我们点击一下它。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这个侧边栏。这儿呢，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啊，我们让这个里面呢给它简单的设置一下。我们需要添加一些小工具，比如说我们这里点一个添加工具，我们需要一个产品的分类。那么这里就是可以看到，你鼠标直接往下拉，可以看到这有个产品类别。OK， 这里产品的分类就跳出来了。这儿我们可以点这里给它收起来啊，这里可以点收起来，再接着添加啊，比如说还有一个按价格筛选产品啊，这儿把它收起来。那这儿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搜索产品，这里把它收起来。那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最近浏览过的产品列表，添加进来。大概呢，在这个它的左边呢就会显示这些，可以看一下。那这儿我们还可以啊，这里点一个这个三角把它收回去。那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挪动哈，就让它换一下位置。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搜索按住啊，鼠标左键，我们把它拖到这个最开始这里。OK， 那进来啊，很多人第一习惯先搜索。那么我们可以把最近浏览过的这个产品呢，给它放在第3个，鼠标按住也是一样，拖到这上面来。那像这个价格搜索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第2啊，就可以看到它搜索可以直接按价格来搜索。那么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发布，那这个一定要点发布啊，因为它发布之后呢，它才会生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看一下啊，这儿刷新一下，刷新之后我点这个商品页。网络问题我这儿还没有更新哈，那你们如果说网速快的话，那你就能看到它显示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右边呢显示的是商品，那左边就会出现这个我们刚才添加进来的这些小工具。那么如果说你想要搜索什么产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来搜索，比如说一个连衣裙，点击一个搜索 ，OK， 可以看到啊，它这里就搜索出来了一个连衣裙。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马甲，可以看到我现在刷新了一下啊，我这边已经更新了哈，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看起来就比刚才的专业多了啊，这边有搜索，在这里搜索一个马甲，来点一个搜索。那么这个马甲它就跳出来了，可以看一下。那它搜索你包含这个关键词的这些商品呢，它都可以被搜索出来。那么单个产品页呢，这里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点一下，那这个是单个产品的一个页面。左边的话，我们这儿点一个返回，我们这儿还是选择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像购物车一样的哈，这里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这儿就选择这里有一个产品页面，点一下。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啊，一个产品的布局上面可以看一下。那么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边栏就显示出来了。你可以选择这个边栏在左边或者在右边。那这个是没有边栏的，这个边栏呢在右边，这个呢也是没有边栏的。那这里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这个布局啊，可以看到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个选择方式。那么这个显示它把边栏就放到这个右边，这个就是放的比较大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方式，它默认的一个方式就还是可以的哈。那如果说你想要边栏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边栏给它加进来。如果说你想要在这里添加或者删除这些的话，你可以点这上面看一下啊，这里添加小工具啊，你可以在这里继续添加，也可以进行一个删除都可以。个人觉得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就可以了，点这个返回，我还是把它回到这个默认的这个状态，就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式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再点击一个返回，这里呢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结账页面，这个结账页面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点一下它就会自动跳转到这里。
那么这个结账页面可以看到你想要显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更改。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购物车、一个付款详情、订单完成。那如果说你改个简单，那上面的话它就不会显示。比如说我们选中间这个简单 ，OK， 可以看到这上面这就没有了。那这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啊，可以看一下它显示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还是这个默认的就挺好的哈。下面你可以看到有名字、有公司哈、有地址这些。那这下面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可选的啊，也有必填的。一般我们都知道啊，这种带星号的呢就是必填的。我们平时经常会填一些信息啊，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改一下啊，比如说像这个公司啊，它可以隐藏起来，也可以不一定非得填哈，这个公司就可以不填。那这个地址的话，地址2，你也可以选择隐蔽，也可以选择公司可选。那么这个电话的话，你也可以选这个隐蔽。那这个电话还是我们填啊，必填，因为它要留下一个信息。这个电话呢，到时候有任何问题呢，也是方便联系的啊，这个是必填的。再往下可以看到是一个隐私政策的页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隐私政策呢还没有设置好啊，等我们设置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隐私隐私政策的这个页面呢，可以看到。把这个链接呢给它添加进来。那这个用户协议呢也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接着往下拉，条款和条件链接的一个样式啊，我们选择一个样式。这儿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这儿选择这个连线侧边栏。那么选择这个呢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这里鼠标啊，不管你往上拉往下拉，那啊这个订单页面下单的页面呢我们都能看见啊。这个就是选这个它的一个好处。啊，不会说是我们往上拉的时候，那么它就会隐藏起来，往上啊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就选这个。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这里点击一个发布。那么设置好之后呢，我们还是鼠标回到这个左上角啊，这里有个三角，我们点一下，这又回到刚才这个页面。那我们就点这个最下面这一个啊，购物车页面。那我们现在来设置一下购物车页面。同样你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要想显示简单一点，这里你也可以选择一个简单。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在这里点一个商店，返回一下。接下来我们任意选择一个产品，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购物车，我们看一下查看购物车啊，这个时候它就会来到这个页面，付款啊购物车的这个页面。那么还是这个默认的还是可以的，也可以选择小一点，这个是默认的，你可以选择更大一点。这个跟刚才一样呢，我们还是选择这个，不管怎么拉，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付款页面啊，结账的这个页面。好了之后呢，点一个发布。那么现在呢，我们整个页面的一个初步设置呢，就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啊。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儿刷新一下这个商店，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侧边栏啊，这里有搜索、价格啊，最近浏览过的商品，这里有加入购物车啊，这下面有它的一个详细介绍。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来设置一下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关于我们啊，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们点击这个编辑页面，点下面这个编辑。那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它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大概的话它会上面有一张图片啊，图片下面的话会有我们公司的一些品牌的一些介绍。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设置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首先我们在左边这里点一个增加元素，那这儿我们还是点击这个 S， 这儿选的一个默认哈，鼠标往下拉，这里点一个应用。这里呢我们再鼠标回到这个左边，这里我们给它命名一下啊，给它一个名字，比如就叫做关于我们。这里好之后呢，点击这下面的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那这个地方的话，给它命名一下，方便我们一会儿区分。我们最开始的话会标题部分下拉，然后这里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接下来呢，我们双击一下这个标题部分。这里布局的话，我们选择这个 LEG。那这个呢，它是最小的一个高度。往下拉，我们来，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下它的一个高度。这里有一个最小高度，这里比如说我们设置到个500的话有点高，就设置成一个400，那它会变得宽一点哈。这里我们往上拉，我们可以先添加一张图片进来哈，我们再设置它一个背景的颜色。这里图片可以看到，这里背景下面有一个图片，我们点这个选择媒体，上传文件，选择文件，完了之后使用这张图片。OK，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脸看不到了，那我们就需要挪动一下，让它的脸露出来。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图片这里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圆点啊，我们可以上下拖动它的一个位置，看一下。那么这个图片不喜欢那怎么办呢啊？你可以这里直接点一个更改媒体，换一张。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把你的这些图片准备好哈，使用起来比较方便。OK， 这儿我换了一张。下面可以看到，你也可以选择删除，也可以选择替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点击中间这个加号，
这里添加一个元素啊，我们选择第一个这个 ROW， 这是我们选择一个单栏，鼠标往下拉，点一个应用，我们再来点击一下这个加号。这时候呢，我们增加一个文本进来哈，我们鼠标往下拉，这儿我们输入一个 T1，OK，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文本。OK， 我们把它加进来了。你点击一下中间这个文字部分呢，它这边就会跳出来。这儿我们点双击，双击之后呢，这里就可以直接改这个文本。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改成一个关于我们。那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关于我们很小啊，我们这里文本我们可以让它居中。那可以看到这个字体太小了，基本看不见。我们这里还是回到这个打开文本编辑器啊，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段落啊，段落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我们可以让它变成1级标题，这里稍微大一点。我们点把这个关掉。那么字体想要多大呢？往下拉呢，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设置。那这里可以看到有个这里这个字体的一个大小，这里比如说你想要大一点 ，OK， 那就大一点。那这里的话，我看一下，我们给它弄的一个1点多就可以了，这个大小就差不多，看你自己。往下可以看到这里一个文本的颜色啊，你可以改一下它。可以改成一个显眼的一个颜色哈。这里我们再双击一下，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在最顶上这个标题部分，我们双击一下。那这里有一个 OVER， 这个呢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个颜色，我们点击一下，你比如说你可以可以看到你想要的颜色。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后面的图看不到了怎么办？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取消，取消之后呢，我们再重新点这儿。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透明度哈，你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它透明度你可以设置一下，颜色可以让它变暗一点，让我们前面的这个字体呢更显眼一点。OK， 这里好了之后呢，直接点这个设置这个透明度就可以了。那你想让它全部看不见，拉到后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鼠标在空白的地方点一下，这里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这个字体的颜色呢，我这会儿再给它改成一个白色。这个颜色你自己搭配哈。这儿我们可以把它收起来。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添加元素。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就不使用下面这些。我们直接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到 FIAT， 它是一个工作室在这个里面去选择。这里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这里面它内置了非常多的一个模板，那我们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直接在这个左边这里搜索，我们直接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TEXT。那么这里你可以预览你想要使用哪一个模板，你可以先进行一个预览，或者说直接点击导入。比如说我觉得直接点这个导入，点击这个导入。这里点开始 ，OK， 可以看到这个模板呢，它就直接导进来了。导进来过后呢，接下来呢就要改里面的一个内容。那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页面怎么写对于我们文采不好的人来说呢，这个关于文本方面的呢，我们还是可以交给 GPT。这里我们直接输入，帮我写一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的内容，直接发送给他。OK， 可以看到。给大家讲过，其实这个 GPT 它是有记忆力的，可以看到这里呢，它连我的名字都记得了哈，小鱼儿潮流童装。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一直在给他讲这个跟做网站有关的，所以他就记住了。刚才卡住了哈，我让他重新写。那这里我们就直接复制，回到这里，我们双击一下 ，OK， 这里直接粘贴进来。这里有一个叉，我们把它关掉，那么这里就粘贴进来了。那这上面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改包括这上面的文字，这下面的这个按钮这里图片都可以改。那左边这张图片呢，我们点一下，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我们来更改一下。那这可以看到小鱼儿的所有图片都是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大家如果说没有 Midjourney 或者说是 GPT 的账号的，可以去描述栏可以去便宜合租一个来用。OK， 使用这张图片，那么这里图片就已经换好了。好的，看一下一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呢，就已经设置好了。我们还是老规矩，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端看不看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看一下 OK 都能看清楚。再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那么手机端也没什么问题这个图片比如说你觉得它有点不正的话，你可以这里挪动一下，让它往中间移一点，让这个人物往中间来一点，可以 OK。 这里点一个更新，再回到我们的一个电脑端，这里来再点一个更新。那这个关于我们的页面的话就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首页，我们去到首页看一下，这里点一个关于我们 OK， 这里就已经设置好了，非常的完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下联系我们的页面。这儿一个联系我们，看一下它还是空白的。那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设置。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点击这个编辑，点下面这个 UX， 这就跳到了我们的一个编辑页面。这次的话我们不用从头开始做，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上面的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等一下的话我们就改一下背景，改一下字就可以了。
回到刚才的这个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那么我们选中这个区域，这里点击一个返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部分。我们点一个鼠标的一个右键，那这里呢有一个复制为短代码，我们点击一下，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它就出现了一个短代码。我们这里全选一个 Ctrl 加 C 复制一下，接下来呢回到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这儿呢我们还是鼠标回到这个左边，点击这个增加元素，这里呢有一个导入，把我们刚才复制的给它粘贴进来。这个是把我们刚才的这个代码连贴进来了，点击这左下角这个导入，这儿点一个更新 ，OK， 可以看到这里就导进来了。那么这导进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文字双击一下，把它改成一个联系我们就可以了。点这个叉，这个图片的话，我们点一下，把这个图片我们给它替换一下，方法跟刚才一样的啊。点击这个导入 ，OK，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换了，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的头顶有点看不见，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这回到左边这个图片，我们往下拉一点。尽量把它头露出来。那么这里觉得这个白色字体看不太见的，你可以把这个字体给它颜色给它改一下。那这个字体如果说觉得有点小啊，可以大一点点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觉得在这里呢挡住了你的这个图片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移到左边来，也可以把它移到这边。一般情况下是我们是往左边移或者居中哈，挡住图片了之后你就把它往左边移。OK， 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设置，这里我们先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那接下来呢，下面呢一边是一个文本，一边是一个表单哈。联系我们肯定是需要有联系表单的。接下来呢，我们先再增加一个，这我们把它收回去，点击增加元素，这我们选择这个，还是默认的，选择一个应用。在这里呢，我们输入一个，比如说一个联系表单，点一个应用。那这里呢，我们再点击添加元素。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选这个第一个选择 RO， 这次我们选择两栏，点击一个应用，因为我们这次需要有左右两边啊，所以需要两栏。第一个的话，我们就选择添加文字进来，点一个加号。我们在这儿输入一个 TETX， 输入一个 TE， 就可以看到在这里 TEXT 点一下，那这我们这个文字就添加进来了。那么这里就要开始写一个文本，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文本，那还是用 GPT 吧，帮我写一个联系我们页面，点一个发送。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写好了，我们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自己想的话，你可能会抠破脑袋啊，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学会使用这个 AI 工具啊，帮我们节省一个时间。OK， 这里复制好之后，来到联系我们页面，这里双击一下，直接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点这个叉给它关掉。那这里就已经添加好了。我们这个时候来设置这个右边。那么这里在创建表单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建议大家呢把你的后台的这个地址啊、网址给它保存一下，每次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网址打开。那么在这个增加表单之前，我们需要在我们电脑上面安装一个插件啊。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插件，鼠标回到这个右边，这里搜索插件，这里我们搜索一个，这里切换到英文 WP 一个 FORMS。OK， 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呢插件名称就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熊的一个标志，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表单插件，大家一定要看准这个头像啊，不要装错了。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这里点一个启用，可以看到这里安装这个插件的人是很多啊，已经超过600万了。OK， 这时候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点击这个左上角的一个刷新键，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WPF 啊，这个插件呢，它就已经安装上了。我们点一下这个按钮，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样啊，在这里的电脑上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我们点这个创建你的表单 ，OK， 这里点一个 Let's go。那么表单名字我们在这上面先填一下，写一个联系表。OK， 创建好了之后呢，往下拉，点击这里 OK。那鼠标往下拉，我们这里选一个模板，这里模板可以有好几种啊，看你喜欢哪一种选哪一种。我们这儿就选这个简单的表单，点这个使用。接下来呢，我们来设置一下里面的内容。这儿我们点一个完成，鼠标移过来，这里有一个字段，我们先点这个字段。这里格式的话，格式我们选一个简单。这旁边呢，可以看到这上面这里有一个高级的设置。这里字段的大小我们还选择一个大。这里名字呢，我们填上一个你的名字，那么这上面这个呢，我们就把它隐藏起来啊。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这个
这下面有一个隐藏，点一个隐藏。OK， 隐藏过后，这里可以看到有个眼睛，有一个斜杠，就代表我们已经把它隐藏了。那我们点击一下这个你的邮件啊，电子邮件，那还是点这个高级设置，字段大小还是选择一个大。这里的话写上你常用邮箱，这里可以看到它还是有一个，这里有一个标签在这里哈。我们还是把它这里有一个隐藏标签，这里把它勾选一下 ，OK， 这里也把它隐藏了。那么这里隐藏之后呢，等一下它不会显示啊，就直接是你的名字哈，你常用的邮箱，一定要把它输对啊，要在这个选择好这个字段大小，这里就改成一个你常用邮箱。接下来这是一个评论，那么还是点击这里选择一个大，这儿写有什么可以帮到您？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标题改一下。点这里，把这个标签改成有什么可以帮到您？这里把它删除吧，就不需要。OK， 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个，这里有个保存，再点击一次保存。保存好之后，这有个叉，我们就直接把它关掉。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刷新一下这个后台。OK， 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3个联系表单哈，中间这个联系表单可以看一下。往后拉，这里呢是，那这个呢是我之前创建的，最上面是刚刚创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后面啊有一个代码，我们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接下来回到联系我们的页面，在这个右边我们点一个加号，这儿我们选择这个添加一个文本，这里我们双击一下，然后把刚才的代码来给它复制进来，这里点一个 OK， 这儿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刷新一下看一下。来到首页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这里有一个联系我们，点一下可以看到这里是联系我们，上面是图片啊，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这边就是你的名字、你的邮箱，有什么可以帮到您。这个就是我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表单 ，OK， 这联系表单这里是一个提交。那么这个提交这里这个按钮的颜色可以看到它与我们实际的这一个色有一些不符啊，给我们整个的页面。那这个我们可以来更改一下这个按钮的一个背景颜色。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打开这个链接，那就是这个联系表单这个 WPF 的这个链接。那链接的话啊，我也会把它放在下面视频的一个简介里面啊，视频的描述栏。那么大家可以打开暂停一下这个视频呢，去复制这个链接，跟着小鱼儿一起操作。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它会有一个它的一个颜色的一个代码啊，就在这个位置。那么你的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更改提交这个按钮的颜色，这里它有一个代码，这代码不用我们自己写哈，我们这里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直接点一个 Ctrl 加 C， 回到联系我们的页面，这上面呢有一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鼠标在左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JSS， 这我们点击一下它，这儿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代码给它加进来。这里可以看到第一个啊，它就是一个背景颜色的一个代码，这里有个井号，后面是数字啊，这个就是颜色的一个代码。我们可以直接改啊，黑色的话一般是4个0，是6个0。OK，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变成了一个黑色。那如果说你不知道一个颜色它代码是多少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问 GPT 啊，比如说这里我们问一下它蓝色颜色代码是多少 ，OK， 你点发送，那么你可以看到它会给你这个代码啊，你可以直接复制就可以了。所以这里呢，一定强烈的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 AI 工具呢学会使用。它真的可以帮我们啊减轻很多负担，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好之后一定要记得点一个发布哈，只有发布之后它才会生效。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复制这个链接，我们来打开看一下，点一个联系我们 ，OK， 它变成了一个黑色。那么我们放上来的时候，它会变得有点蓝。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联系表单，这儿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个顶上的这个链接，然后我们再用一个无痕模式给它打开。那这里我来填一下我的名字，那常用邮箱，这儿随便输入点什么 ，OK， 这里输入好之后，我这儿点一个提交，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啊，谢谢你已经提交成功了。那么我们也会尽快的联系你。那么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你的邮箱呢，有没有收到刚才提交的一个信息啊？刚才他有回复啊，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提交了之后呢，这里他有告诉我们谢谢你，我们会尽快联系你。那这个呢也是可以改的啊，我们可以打开这个联系表单，回到这个插件这里哈，然后我们找到这个表单，点之后这里有个编辑，我们点一个编辑。第三个啊，这里有个设置。那这里显示的一个文字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确认，这我们点这个确认，那它这里写的是一个英语啊，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中文。我这儿用的是一个谷歌翻译，把它改成一个中文。这改好之后呢，这里
点击一个保存。那这上面呢，你还有个通知可以看一下。那这个里面呢，当有人发了邮箱，你要用哪个邮箱来接收啊？可以看一下这里，它默认的话它是调用我们的一个管理员的一个邮箱，这里你可以手动来改。那你的一个发件人的名字，这里你也可以改啊，发件人啊，从哪个电子邮件发出啊，这里你都可以改。改好之后点一个保存 ，OK， 这里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呢，就已经制作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来继续教大家啊，如何制作一个其他的页面，那就是这里呢，先来制作这个常见问题。我们卖服装的话，肯定会碰到啊，顾客会碰到很多的问题。那这里我们可以单独制作一个页面啊，专门来解决这些常见的问题。再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常见问题啊，里面还是空白的。这里跟刚才一样啊，这里我们打开之后呢，我们再返回到刚才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还是不需要再单独去制作，我们直接把它复制下来，点一个右键啊，这里把它复制它的一个减码，在这上面选中了之后，点一个 Ctrl 加 C， 来到这个页面，这里我们点击点击添加元素，这还是点上面的导入，把我们的减码复制在里面，点击导入，点击一个更新 ，OK， 这里就加进来了。那这里一样，我们这个文字可以改成一个常见问题。图片的话，我们也要换一下，点这个更改图片，这儿可以随便选一张图片啊。那你也可以用你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图片。OK， 可以看到这里肯定可以移动一下它的上下左右的位置哈。这个颜色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调的淡一点。这儿点个应用，点个更新。那么这点一个返回，接下来呢，我们再添加元素。我们还是从它这个工作室里面来选，鼠标往下拉。那我们就选择最下面的这个 WIR， 点一下。那这里面就是一些常见问题，它已经设置好的一些模板啊，你可以看一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模板，直接来调用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模板，在我随便来选一个，比如说这个，再点击一个导入 ，OK， 可以看到下面就导入进来了。这里就是一个常见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填一些内容进来，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回到 GPT 啊，直接让它帮我们写常见问题页面内容啊，这儿直接点一个发送。那可以看到啊 ，GPT 它帮我们写了有订单问题，有支付问题，有退换货问题。这儿我让它再细分一下，分类写。这个要是你自己写，你可能要花几个小时，花1-2个小时来想啊。GPT 啊，真的非常的快速。这儿可以看到有一个购物指南，第2个订单与支付，第3个配送与物流，第4个退换货问题，那第5个商品问题，第6个促销与优惠，非常的详细。那这时候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里有一个常见问题，那这上面我们已经有一个常见问题了，那这个就不需要我们选中它。那就这个页面我们把它删除，这个不要了。那这里还有一个我们选中它，看一下这个列呢我们也不要了，点击一个右键删除，找到对应的这个我们点击把它删除。 OK， 这里全部给它删除完之后，我们只需要这些问题。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双击一下，这儿改成一个购物指南。那这下面接着改，这儿双击啊，双击之后呢直接就可以改了。订单与支付问题，下面这个改一下。配送与物流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右边来改，这里一样双击。那先改这个标题，比如第一个如何下单，粘贴过来，这里如何下单，再改里面的内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给它复制过去。那第2个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先改这个标题，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标题，如何使用优惠码，再改内容，复制一下，直接把它粘贴进来。啊，第3个。如何选择尺码 ？OK， 方法呢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根据这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个添加更改就可以了。那么这里呢往下拉，如果说顾客在这个上面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一个答案，那他可以在这下面来，我们可以在这个下面设置一个啊，比如说又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呢，可以联系我们。那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下面来添加一个区域。那么上面呢，我们先应用更新，这时候我们把这里该收的收回来。我们在这下面需要添加一个新的，这时候选择添加元素，我们还是在这个工作室里面来找。那鼠标往下拉，我们还是选择这个里面一个相对简单一点，比如说点击一个导入 ，OK，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改一下，这儿我们可以让 GPT 给我写。那么没找到答案可以联系我们，让他把这句话给我补充完整。那我们这里复制一下，来到这里我们就直接改一下标题。那么这标题这里我们可以给它选择一个一级的标题啊，它就比这个下面的大 ，OK。那这里呢，我们把它改成联系我们，
那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页面，找到我们可以直接回到后台，点击查看站点，点这个联系我们。我们把这上面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最顶上的这个链接把它复制一下，这里点击这个联系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链接，把它添加进来。OK， 这里呢，它点击这个的时候就会跳到我们联系我们这里的这个页面，它可以输入它的问题，这儿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点一下联系我们这儿，鼠标往下拉，这里一个打开方式，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在新窗口打开，再点一个更新，点一个。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常见问题的这个页面。我们每做好一个页面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鼠标回到顶上这个 COM 这里结束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然后从一个新窗口给它打开。这我们直接点一个联系我们，这个是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刚才做的是一个常见问题。OK，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可以看到，首先这里一个怎么下单，怎么使用优惠券，怎么选择尺码。那下面这些呢，你都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设置。再往下拉呢，可以看到，如果没找到答案，那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这里可以点一下它就会跳转到联系我们的这个页面。它可以在这里呢输入它的一个问题，点击一个提交。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我们这里做好之后呢，我们要养成习惯，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平板端。OK， 看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再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也没有什么问题。OK，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这几个页面呢，基本上呢就已经做完了。这个页面就已经制作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制作一下我们的这个博客页面。这个博客大家都知道，就是发布文章的一个页面。那首先呢，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文章里面先来发布一些文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击左上角这个 W， 点这个 W， 我们就直接回到后台。这里有一个文章，点一下鼠标移过来，点一个写文章。写文章呢就非常的简单了还是交给我们的一个 GPT。那我直接让它帮我写5篇不同的博客文章。 OK， 直接发送。那么制作网站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你只要跟着我的每一个步骤呢，那你这个网站你也会很快建起来，不到1分钟的时间，这里这个文章马上就要写完了。如果不满意的话，你还可以让它重新写那这个 GPT 它就像我们的一个助手一样的，不满意就直接让它重新写，千万别给它客气。那么这里标题有了，内容也有了，我这里直接先复制一个标题，把这个标题先写上，再把下面的内容给它粘贴一下，复制一下。那么这里直接复制在这个下面这个文章页呢，它也是可以设置的。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有一个文章，点一下。这里呢需要一个特色图片，那图片的话，一会儿我们可以把它上传进来，往下拉这里呢有一个标签，我们需要一个标签，比如说现在如何为孩子挑选衣服搭配，我们就输入一个。这里如果说你有很多标签这里可以看到它说用逗号或者回车把它隔开就可以了。我这里就先添加一个。那么这里还可以分类这个文章新增分类，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季节搭配选择，点一个分类。那这里还可以看到它还有什么其他的潮流选择、个性穿搭。那这里新增一个潮流穿搭个性搭配，点一个新增，这儿再加一个尺寸选择。那这个是属于哪一类呢？你就选到哪一类里面，比如说是一个季节搭配，这些我们就不选这个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需要一个图片。那图片呢，同样我们可以找 GPT 帮忙这个 GPT 呢，它也是有一个生图的功能。根据以上文章为每一篇，让它为每一篇文章呢画一张图片。OK， 那这里忘了告诉他了这个尺寸那么这里如果说你使用的是一个 GPT-4o 的一个模型的话，那么它是可以直接给你生成图片的。但是如果说你用的是一个 GPT-3.5 那它是没有一个生图的功能。那如果说你想升级你的 GPT 想把它升级到一个 GPT-4o 的话，那我也会在描述栏放一个升级教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让它重新来生成，因为比例不对，16:9。那你也可以用 Midjourney Midjourney 如果说你也可以的。Midjourney 也是同样可以升级的或者说你直接去描述栏有便宜合租的 Midjourney 链接也可以去买。Midjourney 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真的是非常做出来的图片非常的漂亮，而且图片真的跟真实拍摄的是一模一样。那如果说你不会绘图有人说这个画图好难，其实画图不难那这里呢，小鱼儿之前有出过一期Midjourney 从基础到入门的一个教程，我也会放在下面的描述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这
里呢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给它一个图片，这里点击这里，从这里有一个链接，从电脑中上传，点一个图片，点打开，然后直接让它根据上面图片直接给它一个参考。那可以看到啊 ，GPT 它给我们生成出来的是一个插画的风格。那么你喜欢这种风格呢，你可以直接在每一张图片的上面，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啊，你直接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保存之后呢，这边我们就直接可以把它上传上来。16:9，尺寸是16:9啊，重新画2张。那这个图片我们也可以给它保存下来。接下来我们把它上传进来，点击设置啊，这里图片就已经加进来了。那么这边设置好之后呢，这边呢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去添加一些链接，比如说这个春季与夏季的衣服选择。那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字的上面去加一个链接，选中之后呢，这里有个链接，比如说这里呢可以看了，这上面有很多页面啊，我们可以把它点击到我们这个商店的这个页面。OK， 当有人点了这儿，它就会跳转到我们的商店页面。这里设置好之后呢，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这右上角的这个发布啊，再点一次发布。OK， 好了，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这个文章，我们点中间这个键，从新窗口打开，那么可以看到这一篇文章就已经写好了。那可以看到刚才呢，我还为字体呢添加了一个链接，我点一下看，它就跳转到一个商品的页面了啊。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想添加一个链接都是没有问题的，这里的都可以添加。那这儿呢，其实我们选择写文章的一个目的呢，它就是为了获取一个免费的流量啊。一旦我们的文章呢被谷歌收录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很多的免费的流量。那一篇文章呢仅仅是不够的，我们可以点这里再写文章，点一下标题，下面是文章内容，这边同样点文章，点设计这个图片，再选择一个潮流穿搭啊，给它分个类，选好之后呢，点一个发布，再接着写，方法都是跟第一个是一样的。再来写5篇啊，多写几篇可以的。那文章你想要多少，就可以让 GPT 帮你写多少。接下来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的文章，可以看到选择博客的时候，这里面就刚才写的几篇文章就已经添加进来了。那么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博客打开它显示就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在这个右边呢，它显示的是一个搜索栏。那这个样式呢，我们是可以改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自定义，点一下。那么我们点这个 BIOG， 这儿我们选的第2个。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博客的一个布局。在我们点到这个博客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几种布局方式。这个是显示在这个左边来了，这个呢是不显示啊，这个侧边栏不显示。那我觉得这样不显示感觉更好。接下来往下拉，那这下面呢，这个文章的一个显示方式也可以改，可以看一下，你可以这样显示，那还可以这样显示，也可以这样显示，那还可以这样竖着显示。这里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一种文章的一个显示方式，往下拉。那这个帖子呢，你可以选择左对齐，右对齐，也可以选择居中，也可以选择向右。那么这样就可以啊，挺好的，向右对齐。这里更改好之后呢，这里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个返回。那我们这儿点击这个，选择一个单篇的一个显示方式。这里我们可以点进来一篇看一下。现在呢，它也是在右边显示的这个侧边栏，那你可以让它显示在左边，在左边可以看到啊，也可以让它不显示。那么接下来是标题的一个布局，可以看一下，它也有几种显示方式。这个呢是显示在图片里面去了，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在这个图片在中间，下面可以看到这些什么尺寸选择呀，这些你想片要显示，可以这里有个 hard， 你可以勾选，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这些信息就没有了。还有这个标题如果不想显示，那么这个标题也没有了。这下面这个不想显示，那这里标题呢建议还是要的，这个就不需要了。那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标题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种显示方式非常的不错。那我们这儿就选择用这种显示方式，设置好之后呢，就点击一个发布。那这里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就设置好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点击这个博客页面，这儿有点迟钝，还没有更新哈。那我们这里呢，需要把我们的一个博客页面呢加到我们首页最底部。那怎么加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保存起来啊，可以慢慢的操作，可以反复的观看。这里呢，你一定不要跳过一个步骤啊，每一个步骤不能跳过啊，一定要跟上。接下来来到我们的首页，
那上面有个边界，我们还是点击这个 UX， 这儿我们可以给它放好，这样看起来的话，它就不会这么乱。OK， 这里全部把它收回去。那我们这里把鼠标拉到最下方，在这里点击一个添加元素。这儿呢，我们还是选择这个，选择一个默认，点一个应用。在这里呢，我们输入一个名字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博客区，点一个应用，点个更新。那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这个加号，那我们选择这个，这次我们选择一个单栏，点一个应用。那这次我们再点击中间这个加号，在这里呢，我们搜索一个 BIO， 输入一个 B 呢，下面你可以找的就是 BIOG， 点它。那可以看到这儿呢，我们的一个文章页呢就被自动的添加进来了。我们点击一个应用。那这儿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设置一下它，可以看到样式有很多，你想要怎样的一个显示方式？那么想要显示字还是不显示字？这个我觉得挺好，显示在这个中间。往下拉，这个文章你想显示几列啊？2排、3排、4排都是 OK 的，3排就差不多。那么接下来呢，往下看是一个轮播图的一个效果，我们选一个简单就可以了。导航还是一个黑色。那么自动滑动这里我们选择一个2秒、3秒，我们选择一个使用 OK， 可以看到这里它就会自动的一个滑动。文章这里呢，你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手动选择啊，也可以自动，你要显示哪些文章。那文章的一个分类啊，这里呢也可以选帖子总数。往下拉，这里有个图片啊，可以看一下。这儿图片呢，我们可以给它设置成一个圆角。我们在这里这个半径这里给它改成一个4。OK， 可以看到这里它就是稍微有点圆，4不好的话在5啊，这儿就更圆了。尺寸的话往下拉，我们给它选择1024乘1024啊，这样图片就会更高清。可以看到每一张这个图片上面都有个日期，那这个日期呢，我们可以给它隐藏掉。这儿往下拉，这里有个更多操作，我们点一下。这里第一个呢是显示，第三个是不显示，我们就选择一个不显示。OK， 这个时间就不在了。OK， 好了，这我们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这个呢，博客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一个标题。怎么加呢？我们还是到上面来复制一个吧。点这个店铺分类，点这里一个返回，那就这个我们点击一个复制。OK， 可以看到这里出现2个之后呢，我们拖动一个，把它拉下来，放到这个博客文章的上面。OK， 这里出现了，这儿我们把名字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博客文章，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文章的下面呢，它显示了一些小字。那这个字的话，我们不想要怎么办呢？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其他操作，这里有个摘录，点击一下，我们点这个隐藏。OK， 那这个小字就没有了哈，就只剩下一个标题。接下来呢，我们这儿点个应用，点一个更新，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平板端，往下拉看一下有没有问题。OK， 这里显示着一篇文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手机端。OK， 这儿也没有问题，自己滑动的。那回到我们的 PC 端，这记得一定要多点一个更新。接下来回到后台查看我们的整个首页页面，往下拉看一下，那博客文章就加进来了。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整个页面的话，基本上就设置的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设置一下我们顶部的一个显示效果。可以看到顶部这里还有出现一些这些字体。那么这个首页这上面呢，我们还可以来设置一下它。这儿我们点击上面的这个自定义，这儿我们选的第一个就是 hard，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最顶部。那么我们选的第一个预设，第一个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呢，它就是 logo 呢显示在左边， logo 是在中间，这个是 logo 在右边，这个是 logo 在中间，这个呢上面就变了颜色，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更复杂了。那么鼠标回到这下面来，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 logo 它的一个位置。这儿我们可以把这个搜索来给它移到这个后面来，可以看一下这个搜索这个框移到后面来了。那这个旁边呢是一个我的账户，可以我们点一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上传一个图片，这个是一个账户的一个英文单词，我们这儿也可以设置一下。那同样呢，你也可以这个显示的一个样式可以直接显示一个头像，或者说你也可以换一个 logo 也可以。我这儿就显示一个头像，可以不要我的账户，我就把这个关掉。那这里呢，我的头像就添加进来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主菜单呢，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先点击这个，点一下，这边就会跳出来。
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个高度的话，你可以这个大小可以拉。这个样式也有2种样式哈，你可以让它 logo 在中间。那这个主菜单呢，我们也点击选中之后，这里有个设置，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菜单哈。这里上面的宽度你看可以调整啊，这儿就变得更宽了。一般的话选这个8、9、10就差不多了。那往下这里颜色可以看一下，那你可以拖动来设置，你可以让它显示亮一点都可以。再往下啦。导航字体的一个大小啊，可以选择大。那么这个导航间距默认的就可以。再往下拉，选背景颜色，点一下。这儿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弄成一个。那这里改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一个发布。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把字体全部都给它变成了一个黑色的。那接下来大家点击上面这个返回，返回之后呢，我们再点这个TOP 点进来。那么可以看到最上面这一排呢，还有一排红色的文字。那这个文字你想不想让它显示？如果不想让它显示呢，直接可以把这个勾给它去掉。那可以看到上面就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让它显示啊，我们可以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在这上面显示一些我们店铺的一些活动之类的。那这儿我们可以来编辑一下它，图标往下拉，可以看到，我们把它 HTML 我们把它拉到中间来。OK， 它就跑到中间来。那这边这些啊，什么顶部菜单这些啊，还有这个显示的这些社交媒体的一些图标，我们把它拉到下面去，要往下拉。OK， 这上面就没有了。我们来更改一下这里面的内容，点这个，我们点击这里来改。那可以看到这下面啊，这里有一个文字信息，我们把中间这里把它删除，中间就是我们的活动啊，上面这些代码这些不要删除，我们直接在中间改就好了。比如说一个1212活动满500送50 ，OK， 可以看到这上面就已经改好了。这里1212活动啊，满500送50。那这里呢，我们来把我们这个 logo 给它改一下哈。我这里的话会用到另外一个工具，它的名字叫 Canva。OK， 打开这个 Canva 啊，你可以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登录一下，这里有一个自定义大小。比如说这里1000乘一个300，点击一个创建。那这里呢，你就添加一下啊，这儿简单教大家设置一个你的一个 logo。我们这里添加一个文本，选择一个文本，这个给它拉大一点。那这里我就改成一个小鱼儿服装小鱼儿。OK， 就这样啊，我这个是非常简洁明了的一个logo。那么这里字体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上面啊，你可以这里有一些字体你可以改。那这儿我需要复制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个黑色的底，白色的字啊，这儿有一个复制，点击一下啊，在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底来给它变成黑色，我们把这个字呢给它变成一个白色。OK， 那点击上面这里有个下载，这儿选择下载。我们选择一个 PNG 的格式，因为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背景，我们把这个透明的背景需要把它勾上啊。这儿呢是如果说你要会员你才能使用，如果你没有会员的话你就使用不了。这选择一个下载，那这里呢我们下载的是一个压缩文件啊，我们需要把它解压出来，点击一个右键，选一个，这里选一个解压，点一个提取，这里就已经提取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返回到刚才的页面来继续设置。这里我们点一个，这儿点一个发布，鼠标往上拉，点返回，这儿有个 logo， 我们点进来啊，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们需要去替换一下这个 logo， 点击这个替换，点一个上传文件，有一个它的底啊是黑色的底，不过没有关系哈，我这里教大家用一款工具，那这个工具呢是直接可以去背景的，我们把我们的这个黑色的底来选进来。OK， 这样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下载，我们先把这些不要的先给它关掉，点上传文件，这个黑色的先上传进来，我们再去上传我们白色的这个。这里我们先选择这个黑色的字体。OK， 这里可以看到已经跳出来了。那这里大小可以调整，你想让它显示大一点、小一点啊，都可以。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站点图标。什么是站点图标呢？我们平时可以看到，像比如说一个 YouTuber 呢，它这个最顶上它的链接前面呢是带一个图标的啊。这里可以看到任何一个 APP 呢，它前面都带了一个图标，那么你也可以去设置一个图标。这里呢，大家还是可以用刚才的 Canva 来帮我们设计啊。你可以去选择一个，比如说这里一个512乘512的
点击个新建，点击个文本，选择一个文字，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就输入一个小，把它拉大一点，直接点一个下载。这里你可以根据你品牌来设计哈，我这里只是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操作。这格式错掉了，要选一个 PNG 的格式。OK， 回到刚才这里，我们点击上传文件，选择文件，点一个选择。OK， 可以看到这前面一个小字就出来了，这就是我的一个站点图标。那么你随时也可以选择移出或者更换。OK， 这里设置好之后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再看一下。OK， 可以看到最顶上的一个1212活动，我们这里的一个站点图标也添加进来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网站，顶部呢已经设置好了，这里一个搜索。那我们的底部呢还有些空。OK，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我们的一个底部栏。这里呢我们你可以点击这上面的一个 W， 点这个 W 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那鼠标在左边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VX Box， 我们点击这个，这儿的话上面有一个，我们点击新增一个新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命名为一个这个标题可以写成一个底部，但是呢这里一定要写英文。那这里呢我们输入一个英文，这是 FOOTER， 这里一定要用英文，因为后面的话我们需要调用出来。如果说你写的是中文的话，那它就在调用的时候就调用不出来这里填好之后呢，这儿我们点击一个，这右边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呢我们点这个一个 UX 进行一个编辑。 OK， 它就跳转到这个页面来了。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一个添加元素，那我们还是从这个上面这个工作室里面来调用。在这里呢我们就来选择一个模板，你这里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FOOTER， 我们点这个，这里面它也有很多默认的一个模板。那么这几个模板我们可以选用这个，点击一个导出，继续导出。 OK， 可以看到这里呢这个底部呢它就导出来了。那这里面所有的信息呢我们都可以对它来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这个最上面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下，在这里输入一个热销产品分类。 OK， 可以看一下这上面就改好了。下面呢我们就填一些分类信息，比如说这里我们给它改成一个连衣裙，这儿给它改成一个上装，这里改成一个下装，这里呢改成一个马甲，这儿呢给它改成一个半身裙，这儿给它改成一个毛衣。 OK， 这里就全部改好了。那么这里每一个分类的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给它加入一个链接，比如说我们点了这个连衣裙，那鼠标往下拉，这儿有个链接，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后台，点击这个这里有一个房子一样，下面有个查看站点，点一下。这个时候我们点击一个商品，这里商品里面有分类我们看一下，我们找到一个连衣裙，点一下。 OK， 这里面呢就是一些连衣裙，我们就把上面这个链接呢给它复制一下，回到刚才这个页面，我们把链接粘贴到这里。那当有人点到这个连衣裙的时候，它就会直接跳转这个连衣裙的这个产品页面。那下面呢我们点一下，还是从这个新窗口打开。那后面这些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你可以添加你的分类的一个链接，都是从这个新窗口打开。 OK， 这里我们就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下面呢这里可以写我们的一些活动，这我们改一下点这个编辑，比如说这里是买3送1，这里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吧。那这后面的话改成一个，那点到这里之后呢，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编辑那这儿写一个24小时在线客服。那最后一个的话，一个正品保障，正品保证，这里呢就设置好了。这里设好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拉，我们来设置下一步。这儿我们点击一个编辑比如说这里呢是你的一个产品的这个是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介绍，比如说是小鱼儿，然后这个一个品牌的信息，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GPT 这里来，刚才有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设置。 OK， 我们把这个给它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里。那么这里呢标题我们可以让它变成1级标题，1级如果觉得太大2级。 OK， 可以看到这里设置好了。在后面的话我们来接着设置，点这个编辑，比如说我的账户，第二个改成一个我的订单，第三个我的退款，最后的话就是一个退款。那么这里呢比如说你要给你的订单呢添加一个链接，这里我们可以插入一个链接，你直接把链接输入进来，
点击这里，它就会直接跳转到我的订单页面。那么这里需要加链接呢，你可以直接加上啊。这儿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儿随便添加一个，把它加进来。OK， 点击这个 OK， 接下来呢，我们改下一个，点这个编辑。那后面这里可以选择一个相关信息。那第一个的话是关于我们，第二个联系我们。那这里呢，博客文章，这个可以随便写一个在线咨询。那这个可以给它改成一个3级的一个标题。这里点一个 OK， 这里可以看到关于我们也好，联系我们也好我们都可以把链接给它加进来，因为我们已经制作好了我们的一个链接。这里我们找到这个关于我们，那我们把这个关于我们这个链接复制一下，这个关于我们，点击一个链接，把它粘贴进来，点击应用。OK， 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了。同样的方法，联系我们也可以去找到联系我们的页面。这里再给大家讲一点我们点一下这里，在添加链接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选下一个联系我们，我再找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我可以把它上面的链接复制一下，添加链接。添加了之后呢，这里有个应用一定要点再点一个 OK 保存，那么可以看到它才真正的把链接加进来了。有可能你没点启用的话，你这个链接就是添加失败的。OK， 这儿我们点一个应用，点个更新。我觉得有点多余，不想要，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键，这儿有个删除，把它删除。那还有一个我们要整个把它删除。OK， 这样彻底删除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我们可以让它往右边挪一点。怎么挪呢？这儿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那么我们要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页面，点一个返回，可以看到现在是这个地方那这里可以找到对应的一个页面，找到之后呢，我们这儿双击一下这里的一个我们这儿占格，我们给它占到5格，可以看到它加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后面，鼠标往下拉，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你选中它之后呢，它的这个外面这个蓝色的一个框，它会框住它，可以看到这里。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选整个，对，鼠标回到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把整个选起来了。我们这儿双击一下，这占格我们在那占7格 ，OK， 这里就占满了。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了，我们把它点一个右键，点删除 ，OK， 这样子。那这里的话，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它的一个位置。我们先找到，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呢，这个我们来双击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部，还有这个社交媒体，我觉得把它删掉呢，感觉它又有用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挪到上面这个位置去，鼠标左键按住，然后挪动到这个位置来 ，OK， 这个位置放的非常的合适。那么这个空白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删除了。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再更改一下，点击这里编辑，后面的话改成我们的一个品牌名称，点击个 OK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名称。方法跟刚才一样，我们需要在这儿占格了，可以让它占宽一点。那我们选中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它是哪个区域，差不多是现在是这个区域。这儿选中我们双击一下，我们这里让它多占2格，把它挪到这个位置来。另外一个区域我们也可以给它选中，鼠标往下拉，看一下是哪一个，那是这个选中之后呢，我们双击一下，我们也可以给它加到6。OK， 这里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设置好之后，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我们设置好的这个底部栏呢，给它放到我们的首页的底部来，放到我们这个首页下面来。那么正好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手机端、平板端有没有问题。OK， 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手机端也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不用改它了。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平板端，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 PC 端，这儿再点一个更新，左下角。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脑端它这个位置顶部的一个间距，我们可以改一下。我们鼠标回到这边，点这个41C， 点一下，我们这儿双击一下，那它这里呢有一个间距，看一下，我们把这里让它靠拢，改成一个0。OK， 可以看一下这里就靠拢了。我们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需要把我们做好的这个页面呢加到我们的底部栏来。那这个呢是小鱼儿的一个频道这上面呢是我的一个频道的一个网址，喜欢我的记得可以订阅我。如果说你想学习做网站的话，那可以看一下我的这几期视频都是非常详细的一个新手教程。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这个底部栏加到这个底部来呢？
我们来到这个首页，点击这里一个，这是我们的首页，我们点击这一个自定义，这里呢有一个 footer， 这里我们点一下就可以看到这儿。我这儿翻译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将你的页脚把它添加进来。那这儿我们先把拉到最底部，在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个倒三角啊，这个页脚 ，OK， 可以看到这里添加进来了。它会自动的帮我们添加进来。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底部这里呢，它是有一个最下面是有个颜色在这里哈，我们是没办法去改它。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上面下面的颜色的话给它调的一致。这个时候怎么调啊？这里建议大家安装一个插件啊，这个 Canvas 啦，然后我们直接这里选中这个选第二个啊，打开之后呢，就来到这里，我们把它添加到我们的一个扩展程序里面，选择一个添加。OK， 可以看到现在它就装在我们的这个谷歌浏览器里面了。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这里，我们需要获取到这个区域的一个颜色的一个代码。我们点一下刚才这个，它会识别到我们这个区域的一个颜色代码，并且复制出来。这里我们就是要把这两个颜色变成一致，也可以变成这个颜色，也可以变成这个颜色。把我们刚才复制的给它粘贴一下。OK，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颜色就差不多了。再我们点一个应用，那我们再选中下面这个区域。OK， 那这个呢，我们也可以选择不要哈。回到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页面，回到我们刚才单独安装的这个页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里给它点击一个删除。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文字进来，我们点这个加号，选择删栏，这儿我们再点击一个添加。这里呢，我们需要加一个文本，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 test， 就这个，点击一个添加，那这里文字就加进来了。第二个也是一样，我们点一个添加，那你也可以直接往下拉。第三个也是一样的，点击一个添加。那么这下面需要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服务条款、隐私政策，还有一些退款政策等等，我们都可以给它加进来。这里我们说改一下，改成一个服务条款，点击个 OK， 这里双击一下，点一个退款政策，这里一定要打个勾，比如说是一个隐私政策，打一个勾。OK， 这里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个链接。好了之后呢，我们这儿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那这里呢，我现在没有加链接啊，因为我这几个页面呢还没有做好，还没有生成一个对应的一个链接。那等会儿我做好之后呢，会把这几个链接呢全部对应的给它添加进去。这儿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再看一下手机端 ，OK 也没有问题。记得一定要更新一下。这时候可以回到首页看一下。这里我们也要记得点一个发布，这我们点一个刷新，鼠标往下拉看一下。OK， 这里我们的一个服务条款这些都加进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页面，一个隐私政策啊，还有一个服务条款，还有一个退款政策。那这个三个相关的信息呢，这个是作为一个电商网站呢，这个是必须要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一些条款，我们必须要有。那么我们继续回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 W， 那么找到一个页面，点一个新页面，我们在这个上面输入一个，先来建一个隐私政策，填好之后我们点一个保存。这里啊，这里这个页面创建好之后，我们一定点一个保存。保存好之后呢，我们这儿关掉这个页面，我们回到这个后台，回到后台找到这个页面。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隐私政策，这下面呢有几种编辑方式啊，我们一定要选择中间这个 VX 编辑，我们从中间选择一个新窗口打开。接下来呢，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增加元素，那我们还是从这个工作室里面去选择，点击这上面这个，鼠标往下拉啊，这儿我们选择一个 TXT， 那这里面呢，我们就从这里面选择一个模板，可以看到这里面模板很多，我们比如说选择这个。点击一个导入 ，OK， 我刚才点了2次啊，这里出现了2个，然后我们删除一个，点击一个删除，这个也删除，把它删干净哈，这上面这个把它删除干净。那这上面这个呢，我们也把它删了吧 ，OK， 就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呢，我们双击一下，然后我们这里改一下，这儿就改成一个隐私政策，隐私政策。那右边的这个内容的话，我们可以让 GPT 来帮我们生成。那我们回到一个 GPT 啊，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是让它帮我生成的一个啊，这里我直接让它帮我生成一个服装网站的一个隐私政策。OK， 可以看到非常的详细，一共列了9条，我们这儿直接把它复制。那我们再让它写一个服务条款，这儿双击一下，我们直接粘贴。上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删除，不需要，就直接隐私政策有哪些 ？OK， 然后点一个 OK。那这里隐私政策就好。接下来这我们点击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后台，我们这里呢
继续来建一个我们的一个退款政策和一个服务条款啊。那这个呢，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来建，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在这里复制之前呢，我们需要先安装一个插件。在我们找的一个插件，点安装新插件。那我们在这个搜索插件这里输入一个，第一个我们点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还是点一个启用。OK，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页面，那么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隐私政策页面后面有复制这个，点一个复制，那它复制了一个。那我们这再点再复制一个，那这儿呢，我们就把这两个呢，把这两个给它从 VX 打开，从新窗口给它打开，可以看到这上面新窗口打开。那我们来改一下，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服务条款，那这边信息我们也来改一下，回到 GPT 这里，服务条款还有一个退货政策，我们把这个服务条款给它复制一下，写的非常的详细。那我们把这里给它重新复制一下就可以。OK， 这是服务条款，这里打一个勾啊。在下面呢，我们点一个应用，点击这里一个发布，再点一个更新。那这里继续来改，这儿改成一个退款政策，这儿点一个双击一下。把我们的退款政策的信息把它复制进来，这儿点个 OK， 退款政策也好了，点一个应用，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更新。那么这三个页面都更新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回到后台，这儿刷新一下。那这里有3个隐私政策怎么办呢？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有3个隐私政策，我们可以把它的名字改一下。这儿我们可以点击查看一下，点这个中间查看一下，那这个就是一个隐私政策页面。我们再点下一个，点击我们先要查看它是哪一个页面，这个是一个退款政策页面啊。我们在这里就点一个快速编辑，这儿给它改成一个退款政策，这儿点一个更新。下面呢，我们再查看一下，它是一个服务条款，我们点快速编辑啊，这里有个快速编辑服务条款，一定要点一个更新。OK， 隐私政策、退款政策、服务条款，那就全部都已经创建好了。就是像这样的页面哈，你可以创建很多，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创建。那么这3个页面创建好之后呢，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有创建这3个标题，但是我们的链接呢还没有加进去。我们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链接呢给它加到我们的隐私政策里面去。那我们先把这3个点击一个查看，全部给它打开。再点中间的一个键，我们从新窗口打开，在这里一个服务条款打开。打开之后呢，接下来我们鼠标回到这个 U， 点击一下这个 folder 下面啊，我们这里点一个 U，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带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底部栏的这个页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链接给它加进来，这我们不需要双击啊，点击一下就可以了。点击一下，在这个下面，那么这边可以看到它没有一个添加链接的地方，那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双击，我们让这个在这个字上面添加一个链接，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链接，这个是一个服务条款，找到服务条款，我们复制顶上的这个链接 ，OK， 把它添加进来。这里一定要选一个应用，这里勾选一个 OK。接下来呢，双击这个退款政策，退款政策也是一样，我们点这个链接，退款政策的链接，把它复制过来，粘贴到里面，点一个应用，选一个 OK。接下来是一个隐私政策，双击一下。隐私政策选中之后呢，点这个链接，找到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页面，把它复制一下，点一个应用，点 OK。建好之后，我们点一个应用，点一个更新 ，OK。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个我们的一个首页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首页，那这里有一个 W 旁边，这里有一个查看站点，点一下，那我们鼠标往下拉，下面这3个地方我们点击一下。OK， 可以看到它跳转到了我的这个服务条款。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退款政策 ，OK， 退款政策，那证明我们的链接呢已经加进来了。隐私政策 ，OK， 没有问题。这时候我们又来到我们的首页，那么接下来呢，再次回到我们的首页，我们要把我们的刚才的结账页面的一个隐私政策给它加进去。那我们这里点左上角这个自定义，点这个 WooCommerce， 点这个下面这个结账。那这里一个隐私政策，这儿我们点击这个3角，隐私政策把它选进去，选好之后呢，这里就点一个发布 ，OK 了。那这个页面呢就完成了。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这里呢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收款。那因为是做跨境电商的话，收款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启动一个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银行卡支付，或者说呢用你的一个 PayPal 支付都没有问题。那首先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后台，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后台，需要先安装几个插件。
我们点击左边这里一个插件，点一个安装新插件，在这后面啊，搜索插件这里我们输入一个 DUP。那我们安装的第一个插件呢，它的名字就叫 Stripe。这里点击一个搜索，那就是这个第二个，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啊，我们选择第二个，这是5颗星的啊。我们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安装错了啊。这里直接点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这里有一个启用，我们点一下，一定要启用。那我们再接着安装第二个插件呢，就是 PayPal。这个 Stripe 的话，它呢是全球非常主流的一个收款平台啊，它支持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收款，所以呢，这个一定要有。那么这里同样有2个啊，可以看一下呢，这个只有2颗星，我们还是要找这个5颗星的啊。这里点一个立即安装。那 PayPal 的话，它也是世界上非常主流的一个插件啊。我们的网站里面最好呢要支持一个 PayPal 付款。OK， 这里再点一个启用。那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它在你的一个让它在你的网站里面呢进行一个收款，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 PayPal 的一个账号。那么这个 WordPress 里面的话，它的收款账号是有要求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公司去注册这个 PayPal， 它才具有一个收款的一个功能。如果说你用个人去收款，个人的账号啊，它是收不了款的。接下来呢，我简单再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去注册。那这个 Stripe 账号的话是不支持我们中国大陆，但是呢，它支持我们的一个中国香港。如果说你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身份证，那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个香港的一个银行卡，这点我相信大家可能是没有的。那这里呢，你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注册。那如果说我们没有怎么办呢？首先呢，你可以了解一下，在这里你没有香港的一个身份证呢，但是呢，你可以去办一个护照。同样呢，办护照呢也可以进行一个注册。那你在注册的时候地址要选择香港啊，但是填身份证号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填你的护照。办护照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在你当地的派出所呢去办就可以了。大概呢就是价格的话大概是在150块钱左右啊。这个小鱼儿也有办过啊，1个多星期的话就拿到了，这个也没有什么门槛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护照来申请一个香港的银行。那么有了护照呢，接下来需要一个香港的银行卡。这个香港的银行卡怎么解决呢？这里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叫万里汇的一个 APP， 相关链接呢，小鱼儿已经放在下面视频的描述栏里，你可以在描述栏里面去打开，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那这个万里汇里面呢，它是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虚拟的一个香港银行卡，那你只需要用你的一个真实信息去注册一个万里汇的一个账号，进入后台的话，那就可以去申请一个虚拟的银行卡。那么具体的一个步骤呢，我这期视频就不讲了，上一期的一个电商的一个网站呢里面有详细讲解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这里相关的万里汇的链接呢，我也放在下面的描述栏了。那你申请了一个虚拟银行卡呢，你就可以回到这个来登录你的一个账号。那在这个里面呢，就需要你的一个万里汇办的一个虚拟卡，再加上你的一个护照。那么这个里面呢，需要填一些信息啊，你就点进去，根据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操作就可以了。那么当你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号注册好以后呢，你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来进行一个设置。那么这里你的 Stripe 账号注册好了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来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这个后台，找到这个插件找这个已安装的插件。我们刚才装了这2个插件啊，一个 PayPal， 一个 Stripe， 我们先给它勾选一下，批量操作，给它启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 Stripe 呢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这里 WooCommerce， 下面可以看到一个 Stripe， 我们点一下，这里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个设置啊，这个 Settings 我们点一下。设置进来过后呢，这里看到可以，它有一个在线模式，有一个测试模式。如果说你的 Stripe 现在是一个测试的话，那你就选测试。建议这儿我们还是选择一个在线。接下来呢，这里就连接一个 Stripe。那这里你可以先登录一下你的一个 Stripe 账号，登录好以后呢，它就可以直接连接过来。如果说你是测试模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呢先给它打开。当你正式在你的网站上线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启用那个测试模式呢给它关掉。那么这里你已经有了账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连接。那连接好之后呢，这下面的 API key 的话，它会自动的填进来。那如果说你要上线的话，一定要点一个上线。
它会连接好，自动会把这下面这些信息填好，填好之后呢，这里直接点一个保存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paper， 我们点一下，同样这里还是点击一个设置。这里如果说如果你的 paper 企业账号如果注册好了之后呢，也同样可以直接到这里来设置。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好的话，你可以先跳过这个步骤。那方法呢都是一样的哈，你直接点击这里，直接点击连接到我们的 paper 账户，那它会自动连接，就点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这两个信息填写好之后呢，它就会这里填好之后呢，直接点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最顶上，这里有个账户和隐私啊，这个账户和隐私点一下。前面4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给勾上啊，后面这个可以取消。那这里允许客户在没有账户的情况下下单啊，允许客户在结账时登录到现有账户，允许客户在结账时创建账户，允许客户在我的账户页面上创建账户。那这几个呢，大家都可以勾上。那如果说你不想让这个客户没有账户的情况下下单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去掉。那么这里选好之后呢，下面呢拉到底，选择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这个付款页面，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个货到付款呢，大家不要去开哈，这个没必要。再往下来，这里就是有一个 PayPal 的一个支付宝，这个呢是可以打开的。那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啊，把你需要的一些你觉得可以接受的呢，这些都可以把它打开。比如说一个微信啊、支付宝啊，这儿还有个 Google Pay 啊，拉到底下面呢还有一个 PayPal 啊，这几个常用的呢就把它选上就可以了。选好之后，这里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呢，我们去到我们的首页啊，鼠标回到顶上，这里小鱼儿下面这里有个查看站点，这里呢我们可以任意来查看一款产品，看一下，点击进来。随便选一个产品，这里呢有一个购物车啊，你添加过后呢，这有个购物车，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去结账。OK， 这下面可以看到你的一些支付方式，你添加进来了的啊，这里都会有。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设置一下配送啊，然后我们这里点击一个配送，这我们点击一个添加配送区域，在这里你可以输入一个发送到美国 USA， 那这里配送的范围你可以选一下啊，比如说欧洲下面可以看到有哪些地方啊，你像德国、北美洲这些地方，美国、加拿大。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你选了美国之后呢，在美国下面的每一个州啊，这些啊都可以选，你要想发到哪里。OK， 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配送方式。那么这里运费的话有3种。一种是免费配送，第二个是统一费率，第三个是本地自贴。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一个统一费率，点一个继续，这里我们名称就叫运费。那这个税情况呢，就点一个5，比如说你这个运费要设置成多少，比如说30。那这里的话你看啊，如果说你发到美国你要收多少运费，这儿就可以直接点击一个创建。接下来你还可以添加一个配送方式，那么就是一个免配送啊，点一个继续。那这里啊，免费配送你可以看一下有要求没有要求啊，最小金额，比如说一个有效的免运费的一个优惠券，就比如说满多少就免运费。那这里呢也还可以选，比如说一个最小订单额，这里呢比如说199，满199才可以包邮。再我们点一个创建。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配送区域啊，在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点一个配送区域。那么这里呢，你的商品不只是运向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比如说还有一些亚洲的地方，比如说新加坡啊、台湾这些地方的话，那你也可以在这里呢再点添加一个区域。每个国家呢对应的运费呢，你可以设置。如果说没有设置的话，你也可以统一设置啊。世界各地的话，你都可以统一一个运费。那这里世界啊。其他的国家，这里我们点一个编辑，我们这就点击添加一个配送方式，我们比如说选择统一费率，点继续，这里要改成运费，这个税的话点一个5，这运费的话比如说30，可以点一个创建保存。OK， 这里呢这个运费呢就设置的差不多了，我们点击这个配送区域，看一下这里运费呢就已经设置好了。那这个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所在的地方实际情况来设置这个运费。那接下来呢，我们到我们的结算页面。到这个结算页面来看一下，那么这里国家你可以选择一个，这儿可以选一个美国。OK， 你可以看到这边我刚才统一的费率啊是30，运费是30，那么这边的话就会显示出来了。OK， 这里呢，比如说我已经满了也199的话就可以免运费，那你就可以点击这个免运费。那么可以看到呢，这里呢它是不需要运费的。那下面的话你只需要填入你的一个付款方式啊，进行一个结算就可以了。那同样的话，你也可以把这个税费可以把它直接放在里面
那么如果说你的东西发往美国，或者说发往其他的国家，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费率问题。那这个税率的话，我们可以手动加可以用里面的一些插件来帮我们加也可以。那怎么加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后台，鼠标往上，我们点这一个常规，那这鼠标往下拉，那这里呢有一个启用税率和计算，我们把它勾选一下，这儿点击一个保存，启用优惠代码。那这里税的话，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税手动来进行一个设置。当然呢，你也可以用插件等会儿我再告诉大家。插件的话，它的一个支持的国家呢是有限的地区有受限。那所以这个手动设置呢，你需要学一下。点了这个税之后呢，我们点这个标准费率来设置一下不同的国家，它收的税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美国，那这儿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先输入一个，在这个下方插入我们这里点一下，然后输入一个 US。 这个美国知道美国的税率都不一样。美国的税率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那这里呢你可以到谷歌来搜索各州的一个税率，那它呢会给出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每个地方的一个税率，每个地方呢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儿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居中的一个价格。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统一设成一个6，这里配送把它勾去掉，点击一个保存。那有些地方是8呀、7呀，如果说它每个州都不一样你想统一设置一个的话，那就设置成一个6，运费里面是不包含的，可以点击一个保存这里就可以了。那我们统一对美国的费率的话，设置成一个6，这样的话设置起来确实有些麻烦。等一下后面大家可以用插件它会一键帮你设好，就比较简单。设好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到一个首页。那么还是刚才我们直接来到这个收款页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设置这个税率，重新打开一个窗口看一下。OK， 看一下这里，我这里选择一个美国那这个税呢就已经显示出来了，这里税是24，那么这个税呢它就添加进来了。那如果说你其他国家你没有设置的话，比如说这里我换一个国家，换成一个马来西亚 ，OK， 你可以看到，那这里它就没有一个税，因为我没有设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安装一个新的插件，回到我们的后台，往下拉，点击这里安装新插件。那这个插件就是专门一个税收的一个插件我们在这里搜索这个 WooCommerce专门是一个税收插件。OK， 那这个插件呢，它支持的国家是有限的有些国家呢它也是不支持的，但是目前的话，一些非常主流的一些国家呢，它都支持的，所以大家可以安装一个直接点这个立即安装。那么这里用到的所有相关的插件名字呢，我会放在描述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去复制。安装好之后呢，点一个启用。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再点这个 WooCommerce。你点击这个税进来之后呢，这里呢它会这个地方呢它会显示让你连接你的站点直接连接就可以了。连接的时候呢，你的电子邮箱呢它会收到一个邮件去确认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这网络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这里呢还没有安装的插件呢还没有跳出来。有的时候你可能邮箱里面的一个邮件的话也会等个3-5分钟大家等到5分钟之后点击确认一下就可以连接上了。那么接下来呢，我这里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来测试一下我们店铺的一个优惠券。我们点击左边这左边往下拉，这里有个营销下面这里有个优惠券，点一下，这儿可以看到有个优惠券，可以创建你的第一个优惠券，也可以添加一个优惠券。因为我们要在这里呢，我们有优惠券需要填一个这里要填一个优惠券的代码，所以我们必须要设置一下。我们再点一个创建第一个优惠券。那这个优惠码的话，它这里呢可以看到，它给你生成一个优惠券代码，你也可以自己设一个比如说我这儿设一个小鱼儿，比如说优惠个25%。那么这下面呢，你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折扣类型，比如说你是选择一个固定的一个优惠券，还是一个百分比的优惠券还是一个产品的一个优惠，我们选一个百分比。百分比呢，这里是多少呢？就25%。优惠券的过期时间呢，这下面呢你可以选一个比如说多少号到多少号。那这里有一个使用限制，看一下，比如说它最低消费多少，比如说最低消费199可以使用这个优惠券。那么这里呢，你也可以针对产品，比如说哪款产品来有这个折扣有这个优惠。那么在下面使用次数呢，你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是每个客户呢只能使用一次，还是一个无限使用。这里全部设置好之后，直接这里我这儿直接点击一个发布这里我把我的这个优惠码给它复制一下，来到一个结账的页面，在这里呢我去在这里输入一下我的一个优惠代码，再点一个使用优惠券。 OK， 可以看一下这里优惠券优惠了之后呢，就从优惠了25%，就减了99块钱。这里就说明这个我们的这个优惠券代码呢就已经设置成功了。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随便选一款产品，这里点击去结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往下拉，这儿填一下，大概填一个信息，这儿选一个付款，这儿去选一个付款。那这边的信息一定要填完整，填完整之后呢，这边来点击一个下单，这儿输入我们的一个优惠代码。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做一个事情呢，找到我们的一个插件，这里呢有一个缓存插件，这儿我们可以把缓存插件呢给它启用，点击一个启用。那我们用这个缓存插件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可以提高我们网页的一个访问速度。最后呢，我们可以再打开我们的，点击这里打开查看我们的这个网站，这里你可以详细观看一下每一个页面，看一下有没有任何的问题从头到尾呢可以详细的检查一遍。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那你的这个网站呢就可以上线，可以进行一个推广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去使用一个邮电营销这儿小鱼儿就不讲了，因为这个邮电营销呢，小鱼儿的上一期视频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自动化营销工具这款工具呢是非常好用的在国外的话，你要想生意翻倍或者说你想挣更多的钱呢，那么你呢就一定要用一个邮件营销。如果感兴趣的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上面的这一期视频。这个呢就是小鱼儿本期的全部课程。今天呢，小鱼儿的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讲解完了。那么本视频用到的所有的工具还有链接的话，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视频的描述栏里。那大家呢可以打开链接跟着一起来实操。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来做。如果说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建议呢大家不要着急可以收藏这个视频呢，你可以反复的看你不要错过每一个步骤一定要跟着这个步伐一步一步往下做。相信你呢也能制作出来一个更漂亮的一个网站。